我都讲明了，天生的嘛吼，天生我拢无少些。啊，阮若是看到即人咧，嘛是咧40天，啊，那较慢慢少点，咱这个有六种就对了，这个叫三宝。那么这个三宝啊，咱对着三宝是啥？一切经典，一切经典，记住，也就是办法之用。啊，所以，初都是我所传的，拢是传这三宝。那么简单这心经啊，了解修行这三宝首先呢，咱用两难的时间来讲三宝，讲这个三宝对不对？讲起来，那真正确，真正确对了。那么我今把那个重点，咱先一个了解。首先呢，咱三宝当然第一就是天官，天官，第二就是考官，第三就是学校，这个是咱所应该去做的所谓的三宝，就是天官，第二就是考官，第三呢是学校。咱讲天官，我们讲社会文化，讲到考官呢，咱们讲文字正经。好的学堂呢，我讲主海关，这天关呢是叫啥？通天桥，这个考官呢叫通天桥，学堂呢叫通天地，这是三个。那么咱前日属真属的所看的，你看这三个，咱们这三个的形态，咁男士經過證書全靠團證書全團就對啦，親自全團全教，證書全團全教，對，這三個，然後我們對下來分成什麼？民族的，但是今天来看的这边前要摆这个边关啊，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民族对有边关这个这里这民族的多呢，在儒家，儒家就是传统嘛传统的儒家，的对这个民族叫啥？具选谁？对这民族的这个具选谁？出现经验。只有一个大家都有你的基因出现这个这就是用儒家这个说法，如果来道家，你道家呢，这太表三门
轻的境界很多，不然呢，估计呀，另外呢，假如是多大嘅来是呐，平均一定数啦，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一定数啦，那么国家呢？国家对着台湾的对着这台湾的民俗零三四的，哦，建国安保，所以讲零三四的，咱无咧死来讲，不在零三保安就对零三四啊，建国安保的，那么依照咱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高中高中有这个民俗啦，大中我们现在大中有这个民俗啦，叫做我们这个一般一般都来用现在的这个民俗啦，叫做摩崖山摩红色摩崖山摩红色。可能咱第个啦，伊即个红木分主席来内底五红色五红色五红色是开开它安尼咱讲五亚三言对合五亚三言这种是咱现在咱伫一般道较下迄个内中所有看到，所有看这名俗的民俗，伫遮来讲比如讲咱师尊咱当时师尊这讲话伫宋朝迄阵，这大家的地主大家五禅师兄啦，五言师兄啦，迄个时阵年轻这个管叫啥？天灵盖。那这种管我的来我说天灵盖，天灵卦的这个天灵的卦天灵盖，这是一个所以讲起来最民俗讲给了解一点的，这形容各方面的那个民这形容都有这样，拢是这样讲，这个这样讲的好多较有看到，比较较有看到拢是这样，咱之前的事情，比如讲对基金咱经过在原里面这个基金太多了，3万户了，这3万，伊讲3万户就是咱做到叫做精疲力3万户不要太低了，这3万户的这个所以你看，那么国家就是03进到干种，贸易进到干种，这代表经济的讲在03这东西，我们这种叫无压山，无压山，无红色，无红色，这个是我们一般做的菜，这种
民族的这个啊，这个民族啊，捌用面啊，无人去体会这个啊，无名的山，无旁的水啊，咱再来看，那对流天官呢？啊，对流天官这个是出来在卢卡这个斗鱼记录，这个斗鱼记录啊，在卢卡呢这个重要机会，那路上呢了解，那头先了解一点，如果再了解关。所以我这个先，你平常讲这个跟哪边那么讲，你讲节俭，平常家人去管理嘛，准备到达，未到达。那么这个完形灵性呢，这是很难的完形灵性，好，那么这个完形灵性是上帝降临，所以要总一句话叫做这个呢天赋。仍然是由天所有，啊，咱就叫完成的事情，完成参事情不讲啊，你不要把事情当做完成啊，讲咧咱来讲完成来种啊内面啊，讲到这个时啊，靠究竟靠法来的，第一步的究竟靠法来的，讲出这出来，究竟靠法的，有叫。啊，唔叫佢，你唔叫佢即係關事嘅面啊，係講出來，嘅叫做啊，元素靠來先嘅，人即嘛是好當咧，你教下你教咁多嘢咧，你元素靠係咩樣講嘅？三隻就咁樣其實啊，領導就最緊要，真係元素靠係先冇靠先啱睇啊，明靠係咱先靠先叫，精英考法，这是修炼的过程，修炼的过程，精英考法。其实啊，咱读书还有感悟啦，是无感悟啦，所以要有耐心，要有包容，理解。这些呢是完成的，这是上帝讲的，有上帝，上帝是一个大灵体，讲的那是叫做分物。所以嘛，来用地府天命加几位行，天为上帝，命就是讲的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啥？天赋之命，天命性，所以个人啊，富有个人拢有天所赋予之命，赋予。
这个呢是出入之门啊，出入之门，这个最关键。出的出生日的第四，生日之门，回讲生日之门，咱你讲咱讲咱讲啥？原本就是生日门对吧？生日节，好，这个生日啊，不是这个生日啊，生日，你注意听啊，注意了解。生日啊，你哪怕咱现在拿医学来讲，医学来看啊，你看。新疆的手术，新疆的手术，新疆的手术卫生纸啊，卫生纸啊，这个卫生纸不是讲新疆的手术，不是讲新疆的手术，哎，哦，那么我这么多讲一句话，尧舜相传的，尧舜禹相传的是咩？人心为贵，道心为廉，爱惜啥呢？爱把啥呢？爱惜啥物？爱生啥物？先是道心爱生，先是人心爱死。尧舜禹相传时传啊，生意哪用说代表是新疆有所不是啊？所以我们修道如果一读就晓，读就晓了，以新疆有所为生之养，那这个一定这是咔嚓的。人心为了的，爱干啥？爱死。道心为道心啊，人了你就会爱干啥？爱生。所以这生的必然说改变一下。改变啊，观，改变观，好，所以观呢，就是出干净，出干净的。所以讲那个领导，他们好，可能出去的时候，你这组长感觉爱出来这个，处理爱做啥呢？你爱做啥呢？啊，人家自己说了，出爱好，啊，出爱对了，你爱好，你好出对了。好地啊，家己会引起不如啊，这就出去了么啦？你是存什么心，伫内底爱好，出是存什么心，出是爱哪，使爱机会改变啊，这个是啥？咱这个关条，这个关条，所以啊，咱我对你这个，对这个现象啊，所以我想。就菩萨因我想，我想就可以菩萨对吧？所以这个我，这关的出现在哪里？啊，那么安尼咱就拿来化解，做一个化解。天对哪？关键是关键，就是什么？是先出去爬，注意啊，这里啊，天的关呢，天关呢，那你听到没？天关的这个。出去，是出去的，你家里出去，这个有嘛？听他是信条，
啊，要门啊，小便汤啊，安尼啊，这啊，安尼就对袂着，有对袂着心无？心法是对你的心所在，心可以用来买关系，心可以通天，无极太极通极的三者。所以，那么咱即马有一句客观完全认定，出去来问候，完全认定的出去，无有啥呢？无有设定，恁知影设定对来出去？哦，后来，这个长节，这个长节是重要，这个长节是重要，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我是对。非礼勿是非礼听，非礼不言，非礼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所以，现在的话，我这种人啊，是自己的，明天啊，我都是自己的，是自己的，是自己就推荐人啊，有时候人讲会着，我看着家己的是自己啦，无对嘛，做我领导，无靠人别做我领导，别做是听说领导，一定要看着家己的是自己，对吧？看着家己的是自己，是自己专注在啊。这个关在这个关，所以咱的设定呢是对家，对家，在同上有比较，所以你看到2月8、5月头壳变10块口，头壳变10块口，2月8、5月啊，这个就是啥？咱地方叫做新轮啊。新，这是新，这都搞到变成新的，你是即马今年你嘛看你那能啊，这头新这个别个新，你看你哪个这个弄好的，因为咱哪个活呢？这个新啊，完成的是完成，这个轮回来啊，这个运行。给讲起来很这个文章那个，现在抓到这里面，是抓到抓起来，所以
源上完整灵性，出入的门户。那么这个门户是对。灵源就是一种生，这个出入的门户。上帝来一点精灵的出入的门户。那么这个门户是对。民主间的是票啊，对，所以对啊，是这样，灵体经管进行多的。灵体，这灵体的灵体经管是灵来的灵啊，进行多的一个所在。那么这个所在呢，在道家叫做啥？方寸，方寸，在道家，讲了方寸。为什么讲了方寸呢？为什么在道家要讲我做方寸？啊，这就是把黄丁丁，黄丁丁啊，黄丁丁啊，黄丁啊，道家的黄丁丁啊，黄丁丁是参加比赛呢。他说都在为这个搞对吧？人出去是积极参加，以前的多是大兴干嘛对不对？这个啊，做事人有别相通的卡地方，就是说，出去，临时出去门口一所地下。这里多灵体经管啊，你没有办法找到，那就一怕，接着你把兵刃来
即摆现在是儒家用嘛吼，嘛过起来，所以咱看咱人啊，无心啊啥乱了方寸，啊，无拄着个命，无拄着乱了方寸，所以迄个迄个所在叫做方寸，好，而咱我做这个人的心头一定不头的，你们给他们看，现在就是方寸，现在这个锅，太锅就对了，这个锅，它起来个汤就会烫心了，啊，这样烫，分别啊，第二把这个叫无名道，来对动这个无名道。啊，咁啊，反正伊後面掛嚟迄冊來啲啦，啊，個嘢都無名道啦。那手機條呀是天靈啊，相對之考啊，天靈相對之考，連貫滾同之的。所以要看做咩啦，一條就對啦，一條就是講，這個歌所在，條是一個什麼？跳對吧？跳就是天靈相對之所在，天靈跟靈來到，咱人個變相對嘅所在，靈源滾動的，咱嘅靈源，咱嘅關聯啊，這種關聯啊，咁都靈源啊，靈源啊，這個是靈嘅靈源，滾動都滾動的，這個是跳，這個跳。我哋聽過啲條件係比較清楚。好，所以我這個是關於條是無狀態基礎。相對狀態的所在，這個對方案，我們啊，在老後面都在記住，因為這點觀念是相對關聯的，所以這裡面發一條，這裡面對上無狀態基礎。咱是要是咱天天啊，天我们每个东西讲既然灵性啊，归根好命，归根不命，归根好命，那个好命，咱从今年晚上来看待这个能量这个出现文化，这个出现文化就是第一条我一般会跟学生跟他们
来是工业家，是工业家，对吧？现在这个工业里面的这个工业，毕竟那连铁的是加这看，铁的机械设备加，完全是要这个天然的基础。天然无效的。要就是性灵天天基础。人的钱跟性灵的天天，能理解还是一个人？性灵的性灵的性灵那个天天，你看你听得这些，他心智就是什么？你性灵的天天然后才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各位对有相关的条件的人，这个建议啊，那你说，还得去做建议啊，钱就是咱的关系的钱，个人啊，如果咱们这个钱呢，这样抓得到的跟来的呀，钱是有钱的，钱是相对，有钱是相应用，应用指标，不对不用了，而且是有钱的。虽然讲你现在现就是咱的性上天降临来啊，我们把咱这个其他这样的去完成。不然就是这个关系呢，这个观点在出去为什么？这出去很高。那么这个很高的一条目标。目前这个一点一点是目前，所以嘛，我到现在我们爱你看，可以，这点上来可以，这一条，因为你这样你都会看，会严的，你得嘛都会严嘛，哎，你这个规定会看，会严嘛，这种关呢，我嘛对监管呢，个在对监管呢，以前给我听说了啊，监管就是咱个老虎动态好看，为什么咱还是这样来桥上面之类啊？会方便？为什么？因为咱是搞不动态好看，所以是咱不是叫完全做这个本性的行为。出去不理解了哪里？接下来看看工作状态，非常工作状况。这那是出条的色情的心，
你嘅观念还袂参上天的灵还袂，你这样唔是啊，你是用迄个后天的意义设定啊，你来求啊，你最若用后天来设定你来求啊，多少多少，迄种是不是技巧，而是真正，迄种是拢是写成，啊到无限。老路上做几啊道，你话定定吼，我才来去吼。迄个今日老母老祖是个叫着迄个啥？迄已经实行的汤米底下来，是不是啊？叫着我才要来安装。咱哪个听讲出价就高了？这个啊，这个从这很快已经无下了，这出去了，出去了门口已经无下了，是不是？迄都是主人咧行，主人咧行是相关，咧行迄都是主人。拿那个条嘞，这个定义咧，这条很长的，但你还不太强，他讲他的很所以讲金钱经济呢，在不你体力是好的嘛，金钱你进的呢，必要的是规定好的所在。其他一条的人，其他一条是天人法的基础，其他一条是神人法的基础，其他是性灵天的基础。你看来，我们这大环境啊，大环境的这种变现出来，都是规范出来，对不对？并不是讲伊安怎样规范，对不对？这是规范出来造出来的这个环境，人家这种环境下面，这是啊，你真正，你现在是不对了，设计出来。如果天然的环境，那是变现源出来，你都讲不出来，搞不来大家的利益，搞不来大家的利益，安尼啊，第一步啊，原来你给他修，迄三步修法，原来修第一步迄个，我讲修炼，修炼出来，然后来就把这个结果呢，再总结呢比较对。讲清楚一点，这一个还有很温馨的，这个过程呢是提供在天观呢是3、4年跑掉，就是3、4年跑来，当年我听到的是讲很经常啊，听众啊，经常啊，日本的经常，便宜啊，那我呢，吹个烧菜，吹个烧菜，你吹个烧菜是怎么样的？挺漂亮。这是世界的要培养，
因为比赛还要很重要，这个要讲啊当下，对不对？还有日本各方最后看呢有办法无？对不对？安尼可以，对，在这里来，是不是？我这样有没有听过的？有没有听过的？从这个方面起码你拿去，你搞什么事了？这是教育，你哪个男的当这里？咱们别干这个，我管这两腿，啊，这是啊，好，跟你讲，对，有些在这个这些，咱一切心跟量，意跟两种，对不对？哦，意量，跟心量。但我现在一定有转达，去利用它，开心的力量，以后这个学习，力量，力量来学习，现在力量，咱这个力量哪是法？哪个刚来话就把这个两样子，有力量了，啊，有力量了，起码这个是哪里去了？是啊。这样就了，到现在就让你要这样一些，要这样，真的，那本来讲这一个，这样我本来是讲，就说话要说讲，规律，不是，就是，那个规律，我听到，规律不严，规律不高，我跟能力，为啥本来讲这个？本来这个。安尼是是吧？是吧？起码不是我干的，不是我领干的，跟你来的呢，我干理解，我干理解，为非理测，力量加心量，这才心态。啊，我干理解，有前提下河，无海关等的，你知道？那哪是无经过前提下河，无经过海关等的，这叫做招数，对吧？这是招数。有招数。你家了，我我干理解的，咱的心理啊，能招到上来，招数那些。对啊，所以心理多心理有关。
其实这个对小对理解这平面国家的这平面，其实这以后的地方在这个，这基本上来讲你这个嘛，来讲你嘛，这个国家你嘛来这一个，无聊，心思就出了。老是安装，未必也在厉害。好，这个呢，所以呢，对两年来讲，在一些发现些心理啊，在这也生出来。那起码生出来，来生你出来，出来，你出来，那这个人呢，你出去了，不机会。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马上就对吧？即那天气心理不管它处理应用在你的心处理，我大家想想那个人体生，女生出来，男生出来，咱们人差不多。这个是的，怎么按这心情？开始安尼，那想的，家己也不是我看不了，家己个哪想的就对了，想着女生出来就对了，安尼有经过天官看不了，才出来。我今晚出去有好朋友家，出来眼睛，出来的一天，一来变弱，就要出来一点。所以这边呢，你这个生死哦，咱即嘛讲来到这，咱即嘛过来看一个生啦死，心里拢应着，心里不管是一把出来好，一把好，心里啊一出一入，拢总经过天官的考验，安尼安怎？是不是先？出到一拢经过天官的考验。安是毋是是？心意啊，心意啊吼，我发起来心念，意甲心啊，意念甲心念，出甲入，外口入来，内生意出来，出甲入，拢总有经过主关联啊，关联物价报税，确定的，这不管你哪生出哪生，是不是？出去哪生啊？你叫做出去门口，出去门口就对了，出哪生就哪生，那经意念、心甲意若无经过考过，这个会出来了，是不是？能找到死嘛？找到死，这个是死。我目前冇啥楼梯，但是是看起来，这些你要去这个老外冇啥楼梯，老外那种那个白头啊，那种白头这白头啥楼梯，这家里有种白头，这啥楼梯你在生气，所以生气出去不了，叫做出去门口，出去门口，因此呢。因此，为着安尼咧，伫中央内底啊，就甲咱知影讲咧，经过迄个心态啊，探入
中对吧？那是中嘛，中是离不离开，你就要要考自由啊，不考自由就是出家节，唔能叫离开。是中是迄个暂时，暂时唔是讲，唔是像讲咱要提前做事做到啊，做了做钱，是你讲话动作，不管出来好就好，啊，拢总爱。不过是也通过离开了，我离开，爱经过这看面啦，那不是可能唔通处理啊？你都不完全处理处理，啊，你这个你不完全处理吧？啊，那完全，但是你这个，那这个你准处，那这个你准处吧？会当理解的啦，就这个你准处理，这就是处理文化，安尼听到没？好。所以啊，咱要先做好民主这点做地方都点起来先做先这点啊，所以要维系啊，民德之民德之间啊，大家见到在民德跟民德之间就应该，民德之间啊，出现之都是民德，正确的是这里的，啊，我来到你当中啊，好改变，可以吗？好改变可以吗？啊，没使啊，没使好改变的啊。好，主要就这一点，你讲一点，还有，我认真我会给你看，对吧？去看，我有那个比较才能说吧，天命地有限，天书有不明这个天命，所以啊，一定不给这个东西，爱经过咱的天官，天官的官。确认了，是关联的出去这个地方，啊，这个关联的出去很多影响，都转在咱这个区内的影响，你就是不点之前的农村的票，就是咱这个所以票的其实是咱的关联分散所在，是天人啊，是天人选对吧？一定来，如果这个太清楚了，三条线的你讲话人，拢讲来，三条线的你讲话人，你说心都定了，心法都定了，是这样，咱去解书票，去解上拢是对了，拢是对了，这万德之源，万德之源，这个是西西的门号那么在这个是哪？天官是哪？是西西门号，是灵性春节期间，灵性的春节的所在，是三间的关，是五的关。是三点关，对呀关就是关到小，对呀关到心，关到心，行心心关，行心心关，这个行心心的三点嘛，行心心关，这个五点嘛，那主线的这个部分，目的的精力对呀，天关呢？是年纪5年这个小标，年纪
天官是天的不地方，天官是这个上帝天国是这听说嘛，今年那个啊，要进到上帝的天国的名啊，有人要天国啊，你唔是个到天国唔是国啊，圣经来讲，所以呢，要到天国，是足少人去了，哪一块到去，就是圣经啊。天关系，天堂，这个要怎样？有一个这个天堂，这样的啥呢？咱三道错误，对着天关啊，真济迄个啥形容，形容啊，形容啊吼，形容，真济形容就对了。你形容这天关，形容这天关的重要，所以呢，这是讲啊，面前出入的所在是三格一关的附近。三格、五格、太格、六格，诚心一贯，这负责任。天官是贤子幼贤重要技能，这是贤子幼贤，这个是都对是贤，上天降临，有灵妙作用，这个贤子幼贤，这是一切重要一切来源重要重要不要紧。所有地标，我们这个玄妙，这个玄又妙妙是讲的是哪？咱性灵出去化用的，所以你在查看嘛，咱的灵魂啊，唔是灵魂来化用的，唔出去，会出去，唔能够测试试，怎么？天官是发生不顺的事情，空无。伊用来这个是本身的，这个是必须这个名，这个是这个现定之个出现之变，出现之变，现定之个出现有变天关系好心的不地方，这在佛家大家讲不地方。咱儒家是讲道义之门出家道家是咧讲宗教之门即是人民之门是一般拢是叫做宗教
所以还有钱，就是咱的完成，就是上天我们下面的经历这件事。好，所以这个呢，啊，天就是以前来讲，咱呢上天的乃是上帝老好的分别，不明不明，不明不明，是顺言祭天的天君之下。
尽量好正啊，一心不变的心。人心归为的心归一，见义为义，在见义之道，见义之道。义要行啊，无进啊，无进退啊，无进退啊，是未行啊。心嘛要正，啊，无一心不进去是未正。哦，你话咧讲啊，关于讲真在，真在的，是真在。啊，你看咱这真在，开启的道路嘛，是重要困难来讲呢，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关条呢是我性六人心，关这个关条就是啥？我是六啊，人心中是中。我是第在咱人心啊，人心中的中，中就是关条。人心中的中的，这关条。为道心体能之事光，为道心体能之事光。咱对着人性关心所这个道心体能的习惯，好比较重要，比较重要啊。那对，是文化呀，咱的习惯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关系。你更好的对得对全面这个人的认出来，对他学习，所有的心态用来学习。所以关条是真在就是咱的定是地在人心中的调，是吧？你不是其中啊，不是其中。那你做事这个的习惯还是不对啊？那你看这个文化，咱这文化，所以道门讲了，方寸定啊，方寸定啊，和你讲了相应性，方寸定，相应性。
进啊，进来进攻，在高度大部分把这个权利影响起来，其他来区别不来。天连
是西山绿水忘忧愁，乾坤尽在怀中抱。笑你斯人不自修啊，不自修。主心众生无非世外道，主心烦恼无尽世外灯，主心。让我们先开始风雨前倒立，风，再风，三风，温倒立，风，再风，三风，
两书直接填到空，温到空，显坐下。各位贤贤，请坐下。师父上天主逼，夫妻大同，师父说我能大太人受之方因，头些日我大先师经营师大师初生水会，一直经过教爱我。如何啊？伊若再一次建立咱好的资源，以注意经营条件，大家来研究学习。这个咱现场咧坐所拜的师傅，咱顶礼拜讲到道点。因为即摆办即个互我无讲了，即个办吼，简单介绍者，这乌孙遐就是吼，过去吼，含咱17代祖师办地做伙收的因的地主其中之一。啊，因为伊阵必须考试考好，尾也去拜咱师尊为师，所以咱师尊就封伊为道长。比如讲，迄个咱像迄个韩愈的韩老前人吼，咱嘛是拢称呼伊还做韩道长，所以即个道长是咱啊一个。因后咱咧搁介绍就是咱的点传书。点传书就是代替咱师尊师母点传心法的词语，点传书。点传书嘛会使讲是代理书代替咱老师做讲话术。这点传书又搁称为经理，就是讲得道以后，期载如上，必须将士，而且师道以前，作为众人的表示者。领前年就有资格担任这个点传书的资格。担任点传书无迁道坤道，也无讲有结婚无结婚的限制，体体行道拢是认真的。点传书诗写这个爱快马加鞭，经理的爱就是像咧大门安尼，时时拢开开。经理的爱就是像咧种树仔安尼，咧种花盆，咧栽这个花。伊咧生长，全部即个花盆咧生长，爱调节落好，每一盆的花盆，每一盆的种子无共类，可是生长拢共款，伊的成长拢共款，经理的爱嘛是共款，拢爱抚护伊。大门字就是讲上济的爱，做经理的爱到足自在，袂当爱甲足无闲，嘛袂当讲。爱到强横，毋是讲这个花这较水，你着对伊比较较好，袂当分加伊，袂当讲这花较顺利的长，大家拢亲像迄个葡萄的皮，咱咧葡萄皮，好在葡萄的皮吼，拢安尼整够清澈的吼，自大拢袂干，就敢若像咱兄弟姊妹啊，像迄个。葡萄的皮安尼，每一把兄弟姊妹拢关心，拢开悟，毋是兄弟姊妹开悟尔，经理嘛是爱开悟大自在。做经理袂当凭外口外王心，做好内底无功夫，内底有时嘛爱摕出来晒日头，叫做下注之心。只要经理时常心境有摕出来地福光。自然，这个经理无限的代志，伊时时刻刻伊就会头载甲认真，时时刻刻会代理上天，时时刻刻像六道万变化一个足好的条件，伊的较少就会爱无限无数，带足济人上班，因为迄筹仔嘛是慢慢顾起来，可爱的兄弟姊妹嘛心印起来。
也是心印心搭牵会起来，也是爱心印心搭你袂着，也是爱心印心搭袂自绝，也是爱心印心，互山底的甘愿者，互人爱，互山底的有人味，互人爱。若无爱，就毋爱做，就无袂有人者。所以只要咱人有赤子之心，甘愿。摕出来看卖，自然拢会在你天。每一个人毋是经理爱，每一个人拢爱。咱咧在你天救兄弟姊妹，毋是只有干那经理的工作而已。经理的门定定开，但每一个人拢爱活到圆满，才会当达到天道。经理对咱付出爱、牵挂，真正是爱看个人。每一个人拢爱。不只是只有经理才爱，张老师互我就介绍到遮。来，咱所拜的就是因果书。因果书就是因书甲果书，这嘛毋是咧指一个人。第一项，咱咧度人，爱先度咱的阿爸、阿母，咱的兄弟姊妹手足体。咱的肉亲，也是有足美好的朋友，外口的善缘。因为咱的地位无共，咱嘛无足好的道理，所以咱只敢共报。我甲你带，我用我家己的性命甲你担保，真真正正的天理。我用我的性命甲你报，因为我知影这足好足好，我嘛无目的，真真正正我嘛拢有偷偷咧甲你斗相共，甲你关心。因为我就是咧开悟，我就是真真正正咧开悟，我嘛希望你爱赶紧的去开悟。这个去开悟意思就是讲，我做爱妙智慧，要得到上天的爱，爱真真正正佛制陀罗蜜，欢喜心讲袂出来，无限的欢喜，足侪欢喜斗做伙，安尼无法度通咧形容。有智慧安尼，因为咱人的心咧应天心，毋知影讲的悬到偷偷咧斗相共，因为我就是人而已啊，咧学佛祖无简单，我咧安怎学佛祖的卡意，咧安怎互爱，这是公正无私的爱，就是爱到快乐，毋是爸仔囝爱，翁仔某爱，也毋是阮阿兄阮阿姐爱。这是咱的结亲老母娘的婚姻，这就是天的心的爱，袂晓形容。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做到这公正无私的爱，安尼就是佛国啦，嘛袂变成。只要咱互人爱，你的心有公正无私的爱，你也毋做佛祖啦，就透变成，就亲像天安尼爱在地，爱万物，爱宇宙啊。爱一丛树啊，爱一粒山啊，爱一丛树啊，爱一粒风飞沙，爱一个幼苗草啊，袂记你家己，袂记你我，伊的爱全部拢写出，要哪有变数？袂记你我，爱拢全部写出，安尼就做仙啊。所以已经在你天啊，所以会使讲，这个因果书嘛是会使讲，伊是在你天啊。这个因果书就是咧讲因书加果书，因书就是讲引进他人来求道的，果书就是讲向求道而保证讲伊所住的道就是真理天道的啦。讲是谁带领咱踏上解脱的道路，就是因果书。因果书就是当来下生依缘佛的千百样的化身。是你的祖师向芸芸众生所存出的千手千眼，所以因为因果书必须爱开三个条件，就是讲悲悯、辛苦、难事。若无因果历史的引证甲担保，咱嘛就当知道。所以咱爱拜因果书，感谢伊的文字。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互我介绍到这，讲了无圆满的所在，也希望尊敬有大家大家包涵。以上祝各位法体状元。
啊，富华都无关当中现今的当中，当然伫即个所在啊，有缘是甲咱讲啦吼，因为伫即个花花的即个世间呢一切的万象万事万物呢总是即种的即个假象啦，哦，即使讲伫咱人生的当中充满了着人生的富贵，哦甲了着即个名利，但有这种都是一种过眼的东西，哦，所以讲呢，亲像咱释迦牟尼佛来讲呢，当然伊是一个世界多太子嘛，哦，未来就是当成就了着即个国度，哦，会使讲享受了着荣华富贵，为虾米？伊甘愿放弃了着即个现象的一切荣华富贵，甘愿抛妻弃子离去修行。当然呢，这就是由于伊游了四舍门，伊体会了着人生生老病死，所以讲呢，伫这个人生的当中，甲伊视为这种亲像一种的浮华，非常的短暂呢。所以咱来甲想，伊世尊呢一定来甲咱印证了着这个事实。当时世尊伊若是为了着伊会当成就了着太子国王来享受了着伊这个国王呢的这个荣华富贵，那现在的佛陀的这个佛祖呢，就毋是咱释迦太子嘛。所以讲呢，伊来甲咱印证，来放弃了着短暂，那么呢来成就了着伊的未来。那当然就是讲抛弃了着现状的一切，未来会当达到归根复明嘛。所以讲呢，伫世间来讲，当然咱是修行啦并毋是讲咱就会当拥有了着财富，毋是，只是讲咱是人生的财富，会当互咱人生的圆满。以自外，咱的诸葛拢甲伊投资伫现象界，伫咱未来，若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所以讲呢，伊只是甲咱讲，伫咱追求荣华富贵的当中，当然咱毋通袂记着修行，因为修行就是一个根本，也就是要互咱会当真正归根复明，这才是一个重点。所以讲呢，过去修行的人来讲起，为什么伊要抛妻弃子？伊有这个王母将相的为伊无爱，甘愿去修行。当然，伊要找着因。这也是咱世间的，咱讲100岁年老，大家拢要当转西方。那么你无抛弃了着现状的一切，咱要转困翻来就有困难。因为安怎讲？人讲淡中明见真嘛。咱要倒转去，人讲就爱无大无强。因为咱自性是会使讲依照着公曲中的自性嘛。那么咱如果安尼无来抛弃一切，要拥有一切，当然啦，咱有要归转伊无，咱是要归个转。当然咧，就爱伫世间的时阵，咱要安怎？也是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伫无的当中，伫无的当中会当成就了有。咱是无中生有嘛，来出现了有，但是要归到转伊无，那当然共款，咱来恢复给咱本来的面目。所以讲咧，淡中明见真。也就是讲，咱伫世间的当中，咱爱淡薄了着天上界的一切。因为这就是将来咱要转本还原，你会当恢复了咱菩提自性本自清净种的这个将来啦。所以讲呢，互因能甲咱共同呢来探讨呢，那么也就是这个主题富华诸梦幻，淡中明见真。那当然呢，是上中甲咱讲，光明智慧经，照见心法界。那么欲求真实性，一切无所见啦。当然呢，咱要会当来显露了着这种光明的智慧，也就是咧讲叫咱出世。咱讲囡仔是天真无邪嘛，伊会使讲是来出世，伫这个婴儿的当中呢，伊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清净。所以讲囡仔呢，囡仔是婴儿的时阵，伊若如果讲伊咧枵。或者是讲伊咧艰苦，还是讲要拄重，伊会有反应。若无，就讲明头食饱，伊就要归于现状。归于了就是一种如如不动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现状。那么呢，由于了就因为囡仔大汉了后，那么有色心用事，所以慢慢的失去了就咱真有的本性。但是伫遮咧讲的光明智慧经，就是咧讲咱本来拥有
哦，这种的天因，哦，那么呢，咱来讲出现以为无必要外在一切的色来甲咱来甲咱灭迄个话呢，其实咱有法度保持了着咱本来已拥有的这个恰当之心。所以咱讲识缘多，心缘灭嘛，识缘多，心缘灭，也就是因为咱了解出这了后，咱会避了着这个色心而来，无避了着咱本来迄种唔得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讲呢，那么咱来当用着光明智慧中的自然，咱当出现以为天古为智慧，那么呢，咱会当有了着咱的智慧，真甲假，是甲非，好甲歹，咱会当真正自然，了然伫咱的身躯，当然就是讲超前幸福界，一切拢总是好的。但如果呢，咱流落了着这个世间了后，当然为了着这个假存在，咱讲百万年来嘛。佮包括伫咱出世了后看到的，发代志了后看到的就是这，所以咱会自动这物件，甲当作是真的，所以讲呢，伫人生当中呢，无非所追求的就是拢这物件，所以咱的真如自性呢，已经避了着这个外在的一切来蒙蔽，所以讲呢，要求真实性，要求着咱的实性，实相就是无相嘛。实相就是无相，下底咱是真。因为咱身躯的这个身躯的作用，就是由了着咱无看到的自性来应用着咱的身躯，而来发挥了着伊的功用。所以讲呢，咱要去求道正来解的时阵，咱讲一切无所见。一切无所见，毋是讲修行修到啥物拢无看到，只是咱讲用意不足，听意不闻，那么视而不见，伫外在一切。自然的这种的反应，咱一定爱了然在心，用着咱的智慧去甲伊啥，去甲伊这个感召。伊会使，咱就去甲伊做；袂使，当然咱袂当讲世间就是安尼，咱就是随境入相嘛。安尼去甲做的话，当然咱要看着咱的实性，真实性是足困难的。所以讲呢，一切无所见。也就是讲，咱是白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嘛。是外在一切，当然咱有肉根，肉根减肉根，当然这是正常。但是咱毋通避了着肉根减肉根，生肉色，生肉色，所变成是色心用事。那么呢，人格为真，伫外在一切呢，咱的真如自性，所变互伊外在一切来甲咱蒙蔽去。至于安尼呢，伫这个家庭也好，是个人也好，伫这个社会上来讲起呢，所造成了就真大的这个混乱。那么呢，再来就是讲以这个第二点，那么唯有丢掉它，才能。唯有丢掉它，才能这个解脱。那么呢，咱伫修行的当中呢，无非就是心、口、意，这个心口意。那么呢，伫这个心来讲起，咱就咧讲咱身躯的这个动作，咱来讲讲，为什么呢？咱来考虑者，因为心口意，那么加起来，伊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伊会形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咱的一切拢总是由心口意来，伫咱的人生当中呢，无法度来到解决。而烦恼产生妄想，产生执着，而咱人来产生痛苦，无法度解决，就是因为了着心口意。有了着这三项非实现变形情况的当中，造成了咱人生无法度没完没了，永远就是伫这个伫这个烦恼、痛苦，伫这个执着的当中呢，伫咧打转，来造就咱人生这种的苦，就是咱无法度跳脱这一些。所以讲呢，是这样来讲，心口意，当然是心来讲起，咱讲不去为理地，不作为理事，就是咱的心啊。因为心来造成了就罪过错，
因为了着这个心，因为这个心，咱若要来讲，就是有形上的我，为了着我个人，那么呢，随心所欲，那么唔知影所做的。假设这个咱兜，我来活掉啉烧酒，种种，咱来甲上会带来互咱个人命运，佮带互了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所以讲呢，伫这个心的当中呢，有可能会造成了这个这个恶业。那么呢，伫心就是讲咱身躯的动作，身躯的动作来讲起呢，就是讲有当时来讲咱敢有看到咱的敢有看到咱的心产生急躁。咱会产生急躁，咱会感觉咱辛苦无？咱敢有发现着？有发现着了后，咱敢会当甲伊这个啥呢？咱敢会当甲伊缓和落来，甲伊缓和。因为当时呢，咱有当时看着无爱看，听着无爱听，有可能咱是急躁。无听着咱的动作轻浮。那么伫咱的人生当中呢，咱若如果伫事项项的当中，拢总是落在经常细心而来产生了心的执着。咱来甲看，已经就失去了是咱本来迄种言所讲所的迄种的迄种真如自性的作用。所以讲呢，伫咱修道来讲起来，咱讲伫历练，当然伫咱无修行个性的模式，行为的轻浮，当然随了着外在一切，伊来造成了着执性的人、轻浮的人。但是咧，今日去修学道唱言就是讲有当着了，咱无爱听，咱无爱看，咱有法度来来降服咱的心。当咱急躁的时候，咱是毋是咱甲缓和下来？我可能要看，我急起来，的时阵我是毋是会当甲伊缓和好起来？咱有看到咱的急躁，看到咱的轻浮无？当咱有看到了后，咱是毋是会当甲伊缓和？当然，这种的物件呢，拢总是爱照应来历练。若无呢，有当时讲，若无当着事，咱咧感觉到，大家人个性拢袂歹，拢足温柔的。毋过咧，当着事的时阵，咱会当去看到安尼了后，甲伊缓和来。所以讲呢，其实是修学道，就是要慢慢互咱来历练。来历练，所以讲呢，咱有真济下道菩萨来讲起，伊无论当着啥物事，他都这样。你绝对看不到他在生气，为什么？因为唔是伊嘛是一个人，为什么伊有法度安尼？当然，这种东西爱刻过历练，刻过修炼呐。刻过修炼，所以讲呢，伫咱修行的当中，咱要慢慢来成就，就是克着了一切因缘，那么来历练着咱。所以修行，咱有看到咱咧急躁无？咱有看到咱咧辛苦无？有诶话，咱是毋是会当甲缓和下来？那么咧来就是讲口，伫口的当中，你有感觉到你的声音在大声无？你有感觉你咧讲话速度会足紧无？有当时啊呢，若叫人意见袂合的时阵，无定着，若讲阿妈讲紧就大条，阿妈讲紧就大条，声后就响起啊。那么呢，伫这个当中呢，讲话速度就足紧啊，无论讲咱咧看戏也好，咱咧老菩萨也好，咧看戏，咧当心灵的人啊，做心灵的人啊，伊咧讲话是毋是拢不会快慢，拢是足白板。咧讲话讲你今日看伊无爱看，伊咧讲话嘛是慢。那么你有法度安尼，就是你的心有法度压制了就啥呢？有法度降服你那一种迄种啥呢？迄种急躁的心。所以讲咧，伫咱咧讲话是共款啊。伫这个历言对境中，就是你当着这个经常的时阵，是毋是咱会去发现我先讲话敢较大声，你会当甲缓和落来。这是咱咧修行啊。所以讲修行的当中，无为了着好多修，是为了啥？是为了着咱的心口。因为这个心口伊造成了着修习先变习恶嘛。所以讲咧，咱当咱伫历言对经中的时阵，也是讲咱当着见，
考验的时阵，咱甚至有去发觉讲，我的声该较大声，咱有法度家己声有落来，还是讲我速度紧啊，咱有法度甲缓和落来，甚至咱会当查甲了解，咱想要讲话的要表，所产生的误人、误事、误捌、误错，有影讲话当中就是要展现着家己的话，当然这物件咱有法度家己缓和落来讲。那么为啥物呢？爱讲这呢？因为咱今日站在修行来讲起，咱就当做讲起。若无咱毋是为了好乐修，咱是为了啥？当然为了修行啊。那么伫修行的当中，是讲表照做一些，咱才有法度解脱。因为这来甲咱绑架真暗，咱另外无法度去解决。那么伫义来讲起，伫义的当中呢，咱有看到咱的思想，他拄仔日咱咧讲讲，无法咧受是大家拢看袂着。毋过我的心咧滚啊，你敢看会着？看会着。所以讲咧，伫心咧滚，一起来掠往大家拢看会着，咱心是会甲缓和的。但是咱心，看袂着啦，大家拢无看着互我咧受气，其实互我真心咧滚，一样。伫互我的思想甲念头咧滚，伫这个当中，咱是毋是共款？咱会当家己缓和。也就是讲。当咱有我灵万心、嗔心、贪心的时阵，生气的时阵，咱是毋是停会落来啦？停会落来讲，你伫这个历言对经中的当中呢，看到这个境了后，咱有产生了着可能的迄个慢心、贪心、甲嗔心，那么呢，当伊压起来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发觉着？咱来发觉着了后，是毋是咱甲停会落来？嘛是，当你发觉来着，咱就回光做出来讲，咱今仔咧修行，咱咧修行的时阵，咱要安怎甲这个啥呢？这个代志来缓和好得来。当然，这嘛是会使讲是足重要，嘛是咱是修行学道呢爱意念，慢慢呢，咱会当成就了着一个修道真正标准的一个方法嘛。所以讲呢，咱要会当成就，咱嘛爱切境来理念。咱咧家庭当中、同事当中、朋友当中共款毋是讲咱今日咧修行，我的道场我拢有法度享有其心，但是伫平常的时阵，我就无法度享有其心，这嘛毋对的因为咱咧修行，到处意欲其中，到处就是道场。那么咱意欲其中，拢会当用着咱修心养性、修道的方法来展现着一个修道的人。咱来甲看，大家拢嘛足嘉义，咱教咱做伙，那看着咱嘛足欢喜的。那么呢，咱教大家会当达成一片。修一年啊，咱有咧修心养性。那么这个家庭的当中呢，大家就会当和爱嘛。那安尼家庭的当中，甚至会当扭转着这个命运。若无，伫咱走的当中呢，咱的心口随心所欲去展现着家己，但毋过呢，安尼会造成了着这个家庭的责任。甲着咱内心的结缘，所以讲呢，伫这个当中呢，变成就是会来产生了着真济的这个纠纷。所以讲呢，咱这个六祖坛经呢，内底甲咱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得了成佛啊。但用啥物心？就是护持心口意。咱来当护持了着这个心口意。来了解着咱的意志行动，伊会当尽经言尽行，那么随时来查觉了着家己的话，那自言自言呢，咱会当保持着这个心口意，那么但用初心得了成佛，当然就无问题啊。就无问题，因为有了这三项，互咱做了真济方向。那么咱会当直接来家做一个改变的话，那么当然呢，咱就会当来改变，但用初心治了成佛呢，要做正去，自言语言呢就无困难。所以讲呢，伫咱修行的当中呢，其实咱对心口的当中呢，咱要咱去家护持。我是感觉讲，因为这嘛是足重要啦。因为修道，毋通我修道修足久，修久到无久拢无差。安尼呢，咱人家修到尾，咱嘛毋知感觉咱是咧修啥。所以讲来讲，修心养性。那么呢，就伫历言对经中呢，当有法度人来造就了着咱，才会当造就了着咱。
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变成就是讲咱大家呢爱来注意，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可能我内底有跳过啦，因为时间差半点钟啊所以我呢可能部分的无法全部来阐释咱就比较有可能用，可能无啦，有，可能无咧用。无啦，无介意，我用电脑哩。无啦，你迄哦，讲不过的啊，讲不一条，你只要你抬起来哦，过。那因科学啊，爱干就一条嘞。会咱们过来呢，就是讲演技那么呢，适合演技。诸法成空啦，那么呢，当然咱是修行学道，咱爱来了解，咱一定要识透，咱一定要识透。咱若要识透，伫咱修行学道当中呢，会重要。咱为什么要修行？咱无法度去了解，所以讲呢，咱一定要识透。伫识透的当中，唔是看破，伊爱识透。所以讲呢，伫这个天台这个天台宗呢这个开台宗书，这个第一小书呢，伊重视了一心三观，一心三观。那么一心三观，也就是一个家观，宏观，那么呢，甲宏观。这就是一心三观。那么伫修行的当中，当然这就是咱共款咱爱对这个所在来做一个观照。若要做一个观照有影，咱今日为虾米咱要来修道？那么为虾米要食素食？为虾米要来道场研究？为虾米要来打帮助道？那么呢，这世间就好，那么为虾米我爱安尼做？所以讲呢，这个第一讲书呢，伊在一心三观。伊心重视，伊来提倡着一心三观，也就是讲，伫修行的当中呢，咱一定要去观照。咱若无去观照呢，其实咱伫修行当中修到尾可能咱嘛毋知交咧心态，有可能会惯惰去，因为我也袂可以啦，修行嘛咧艰苦啦，要修行的定定要带道场啦，这无用是伊袂用甲你死去啦，就搁万一讲要大人，万一讲要开发，然后讲要来做，万一讲要来做，迄个心产生点，而且呢就讲唔爱修因为讲咱也袂着用，只咱为虾米来修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伫这个观，这个观呢，也会使讲就是一个达理啦。这就是一个达理，嘛会使讲是特务啦。天我这个发射实相，天我了解这个发射实相，天我了解这个发射实相，所以伫观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毋过呢，伫咱观来讲起来呢，伫凡夫伊的观是用目睭来看，好甲歹。我来一贯做了后嘛足伤心啦，但是就是嘛看不下啦，若破病啦，若感觉讲家庭嘛袂顺啦，用外表来咧，所以讲呢，凡夫是用目睭咧观，只会当看到表面，就甲伊定义好甲歹，哪里观得歹？因为我来修行，我无感觉讲我较好食，嘛无感觉讲我身体较勇拢相像但是你去甲回想起来，咱去到对一个宗教，哪有拢安尼？差无偌济啦，破病嘛是拢有啦，但是这就是咱爱去甲注意，所以讲呢，咱凡夫毋通用目睭，看见你甲定义好甲歹，善甲恶，因为咱的目睭呢，用咱的目睭去甲分辨，有当时咧看，佮看袂准啦，这看佮看袂准，所以讲呢，咱来甲想，咱若去当着一场车祸，大家拢围咧看嘛。唔知咱各位先生捌去看咧车祸现场无？敢捌？捌大家去咧看安怎？去咧看可怜，搞一个等下很多人讲，
啊，到一个边仔就断去，骹手拢断去啦，哦，迄个人可怜哦，安尼。但是吼，我就讲，你读册时阵坐后车，司机吼看到车祸现场，伊会要甲看。伊讲吼，我毋是咧看啥，我是咧看讲为虾米会发生车祸，迄原因啊。你若讲知影讲即个车祸是安怎发生的，以后是毋是咱家己会警惕家己？啊，你若去咧看讲哎哟可怜哦，迄有够可怜的啦，迄等下平常走出来，啊安怎？即咧看白白咧管道讲，无啦，无讲啦。所以伫即个所在讲吼，修行以凡夫甲圣者咧管无共款，因为凡夫咧管是用表面，但是圣者咧管是用心观智照。哦，是用心观智照哦，因是用毋是用表面咧看。所以咱来甲想，咱来甲想，有的人真咧修行拢感觉讲伊头壳歹，但是咱观世菩萨咧修行嘛，调咧修行，爱怎头壳歹去？无嘛，叫咱来用心观比较，无咱就看袂出来啊。有的讲啊，修行人拢空空逛逛对无？啊，上真会当享受，拢毋享受，啊，叫人讲去咧修行咧食害，啊，叫人去咧用啥话？咱来了解，咱是用心观比较。当然啦，咱咧真过者为虾米？一路的当中呢，伫修行的当中，无论搁落大雨，透大风，无论是搁偌大严苛的考验，伊就是拢有法度去行，因为伊有心观智照。所外来一切，伊拢有法度人伫无常的当中，甲视为是一种的常。所以伫修行的当中呢，伊才会当清净。所以有心观智照的智慧了后，才会当知影真伪。那么呢，其实，这呢，我方面甲是讲，咱大家会当去甲看，是遮呢假观、空观甲中观，真伪啊，咱是真的甲假，大家嘛当看出这个图嘛假。那么呢，到底其实咱看有。因为咱有用智慧嘛，所以咱各位前年想讲要来修行学道，就是咱有心观智照去了解有影。世间呢是生不来，死不在世嘛，来是人生是上大的。所以讲呢，亲像咱世尊啊，所以讲咱咧拜佛念佛，毋是毋好，但是咱来心观智照，为虾米释迦牟尼佛要去修行？咱各位前年，释迦牟尼观世菩萨为虾米要去修行？伊是上袂开家庭算坚固，安尼去修行的，若袂是为了啥物去修行？认为是讲我家庭歹，我干脆来出家修行啊。世尊咱是安尼去的，为虾米毋是讲来听好卖的？因是安怎去的？为着啥物？是啊，因为伊由四声门去了解生老病死，伊知影真假实虚，所以来调整着人生的目标甲路口。若无讲一句较的现实的嘛毋免讲为了做总统要来选，就是安尼落忍呢，袂调袂调，还佫毋知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未来就是国王啊，这个嘛毋免安怎去拍拼。阮搭搭的了，只是夫家的，对无？但是为虾米伊甲放弃？毋过来上倒转来，咱因无爱煞咱一直咧做，敢有啦机关伫遮就是咧讲真假实虚，掠会着重点的人，伊会当落叶归根，他能够归根复业。咱是等于做伙的，咱是等于归位啊，咱本来就是佛啊。是无小心搁伫遮啊，人因有小心已经转去啊，是差安尼尔，是差哪有小心甲无小心，是毋是一念之间？所以讲咧修行绝对毋是像咧讲迷信，不是啊。咱若有法度心观智照来改变着咱家己，咱的家庭会受了着哪？大家这假设性啊，如果讲这个家庭啊，有外教啉烧酒的啊，本来吃饭换餐的啊，但是伊有着道了，听着道理了，原来咱过去伤放荡，伤放荡，咱知影人开尔，搁分换餐，搁会去跋筊啉烧酒，有诶无诶，做事出大堆诶，
造成咱这个家庭阿达母啊袂好，阿达母啊袂好，囝住伫这个家庭内底，敢会受连累？爸母嘛受连累呢，兄弟姊妹嘛受连累呢，因为咱看着咱咧每轮规个叫咱上班的人拢替咱作为人嘛，对无？如果咱会当去改变的话，是毋是咱的命运改变做啥？哦，要互咱心，人讲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要互咱心会转，就在咱心中有道理啊。所以讲咱是修学道，毋是讲哦咱安尼为着未来要转去西方这条路，毋是为了是咱世间的幸福美满，未来会当讲真正伫咱的生到死的当中是一段平坦的路。这是现世报嘛，这是现世报。好，那么伫咱未来人道我们天道自行，那么互咱平常时会当真正来充实一寡道理，了解着道理，对咱的人生嘛会当去突破足侪的这个瓶颈的，若无咱的人生堪堪过起来，无论讲伫修行的当中啊，无论讲伫咱的后天感啊，普通是一样，但是为虾米人会当突破，咱袂当突破？咱实上，即咱社会忧郁症足侪人，躁郁症足侪人，精神失常的人足侪人。咱实上为虾米？因为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人生，伊的比较上侪，伊的欲望足大。咱来甲想，较早伫农业时代，物质无丰富的时阵，讲一句较会犯就无电，无电机、无电金、所以无啥物话来过甲足欢喜。即摆有这咱来甲想，可能是袂歹啊，敢有袂歹？不一定嘛。进前真市场的人叫比较早敢有发生？有啦，为虾米咱会安尼？进科技发达，应该咱就爱愈来愈欢喜。为虾米咱经济市场的人会愈多？因为追求了着现象界，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欲望，随时当中是这个直切的当中，这是伫这个外在的一切。咱追求会着，人咧开好车吼，毋是大家拢会当开的，敢是安尼？你带迄就讲几千万的别墅，我甲想象的吼，嘛毋是大家拢会当带的。我嘛拄仔想的，但是都即世人吼，甲咱过一世人过无可能的。后世人会使，但是后世人要带迄吼，真着爱拍拼啦。正好因带咱结成果嘛，若无小心无正直无，嘛讲看有去就好过。有咱爱信爱情呢，咱毋通想讲讲别人咧做头路为人吼，你甲看卖啊，广府大产，咱咧做而且另外袂起是足奇怪的一个人。有可能自己24点钟，伊当用8点钟，我用12点钟，你也袂过，有原因无？敢有？所以讲呢，伫这个人生当中，咱一定要升官提调。那么伫这个一生凡官，伫这个家官来讲起来，用咱的妙智慧来观看一切，拢总是因缘和合，拢总是因缘和合。拢总是因缘和合的。咱这个厝，这块是纯真爱假，这块厝，这块就是假嘛，有一个连线嘛。佮看着咱的身躯，咱这个身躯是真爱假，嘛是假的嘛，嘛是假的嘛。所以讲咧，咱来去了解，幻想有看一个物件，若毋是咱离开，就是伊离开啦。因为来到世间就是一个对谈。所以这个万事万行呢，拢总是一个加法。咱若如果甲咱用咱有限的知识一直追求建设了这个假，到最终共款，是啥物嘛是假。因为圣经甲咱讲嘛，让我们赚尽全世界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什么换取生命呢？有生命换取生命。那么为什么圣家伊为什么会讲这句？伊就是经过心观之教，了解着真伪是。所以呢，伫这当中来讲，来来转换他人生的跑道。本来我人生的跑道就是要安怎？我要去到银公司，我后来要做头车，我后来要做大餐，我后来要用啥？我为一个足大的事业，但是当伊去接触着真理。
体悟了人生因缘思考了后，当然呢，伊改变人生的跑道，但当然呢，爱甲咱人生来到遮会直接圆满。像咱现大家拢看车在主嘛，哦，有主同长，有同心嘛，当然咱来圆满。但毋过呢，伊会来改变着人生的价值观。哦，那么安尼话，是讲我哋做平常好啦，但是伊改变人生的价值观了后，就无一定伊趁钱较好哦。钱是一定爱趁，但无一定伊会专门投资去趁钱哦，就无一定伊会转换伊的跑道，我会做。哦，亲像英暗的，互我一个同事，因咧家庭经营的，伊咧请多小姐今日入去哦，现在是遐办因兜户的领导啦。多小姐讲，当咧办处理啦，因两个先是办伊咧处理现在，因为迄个女儿一直办伊，先小大决心嘛，哦，小大决心嘛，会使讲，讲外口不好，搁用迄个生迄个机械照。讲是迄个病，但是食了食无好，哦，食无好的追究着迄个原因的，因为迄个同事本来有去问足侪迄落个啊，但是同事吼，我听我伫公司咧讲买单的代志，哦，就走来咧说我，你道长讲有咧共处理代志，道长无啦，你是迄个因缘早吼，就来去甲讲一界吼安尼，甲讲的时阵呢，伊讲我会当听多小姐的啦。哦，我第时嘛唔敢甲答应的，但是我交咱三亚人民交流口咧联络啊，哦，伊讲不要紧，哦，因为迄阵啊有无收到，所以我就在甲处理，哦，几个多小姐讲过来，交流这个嘢，哦，这个嘢，所以讲吼，今仔日本来是按时到这里甲处理啦，就是领人去收到啊，领人去甲多小姐。伊个讲当爸啊，精神足万歹的，你来安尼拖吼，可能唔好啦。多小姐是听着，你讲安尼好，我赶紧来补吼，机会就随便过来。我补歹的补讲时间我来。哦，本来讲要叫互我去，因为人家讲互我尽量爱来使用，所以袂当去。哦，有影咧进前2天，我迄个同事那敲电话有多小姐，伊管多小唔捌安尼哦。伊吼规身躯是硬起啦，无啊规身躯拢硬去，我就听，唔知要送命吗？伊赶紧敲叫多小姐啊，多小姐讲恁妹妹我都听咧，讲无听，伊讲伊无病，无病咧规身躯冷吱吱，知影就知影啥物啊啦。伊讲迄袂要紧，吼，伊会请济公老师先甲应付一下，伊咧请迄个咱迄个领人挂几个钱钱去因兜甲付出一下。结果你遐年龄搞的时阵已经有规划啦，哦，你多小姐讲要请咱济公老师吼先甲应付一下，所以讲这件代志呢，哦，有当时啊，伫这个世间呢，咱来甲想，外在的一切拢总是就是一个假象，拢总是一个假象，所以世间来讲呢，无一项真正是，咱如果讲拢要去甲伊拥有，伊是咱正到尾啊，那么永远就是哦，那么这个空观来讲呢，这个空观咱用智慧去甲释放，这是元气解放。本来无这块厝嘛，即嘛有这块厝，所以讲元气解放，一旦成就了这个因缘呢，拢总是无中来生有，是无中来生有，但是敢会是无中烦恼。敢会有有中烦恼，敢会无中生有，敢会是有中烦恼，敢会世间本来就安尼啊。所以讲本来无一物，何处也真爱啊。今仔日若讲这杯啊是千条，这杯啊是千万，那这个方法大家敢会讲？来，反正甲反正怎言辞哦，千几万的安尼伫迄当中言辞。咱各位先生，你言辞啦这个杯啊，你已经挂，言辞干嘛用？那边改变你的境界，我在就是所谓嘛，咱有这啊接话，那个做等于无尔嘛，用讲的较简单，唔担心啊，真正当着你啊看袂开啊，但是这个讲是咱修道当中，伫扮演最紧中咱慢慢来实践，调试咱的心。
所以咱听道理，就是要相互其心，就是要调整，要调调咱的心哦。哦，咱的心袂使永远拢顺利无听道理的心哦。哦，咱来调整。那么咱要调整，就要用真理。真理就是咱去认识，讲啊，有影就对。哦，甚至我咱过去哦下口呐，哦较负面，哦无法度呢来调试咱的心，永远和外在的一切假象、空相来甲咱带咧行，哦来甲咱带咧行，互咱无法度做着生命的这个主人。哦，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呢，哦，会变成就是一个元气解空啦，哦，元气解空，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互我来讲明这过去呢，这个讲话这个希腊，古希腊呢，这个马其顿呢，有一个国王叫做亚历山大，这亚历山大呢，伊会使讲是雄心勃勃啦，连连战士啦。连连战士的一用，所以讲伊逐工就是起兵去攻打其他的国家，所以讲呢，伊会使讲来统治了着欧亚非三河洲，会使讲会使讲是一个尊称是一个真正会当的这个代志。所以讲呢，你成为了着亚历山大来讲起来，亚历山大大帝来讲起来，伊就是有权有势嘛，连迄个建筑连连，伊讲拍赢，来占有了着三个州，讲起来呢，会使讲是无简单啊嘛。但毋过呢，这个亚历山大呢，活30几岁尔，才30几岁尔啊。当当伊咧死的时阵，伊来交代着伊厝里的人，买一副上好的棺材啦，但是两边边仔咧来乌两空。这两只手呢，甲顺利这个棺材边仔迄两个孔角，顺落伫外口出来。为虾米？伊要互大家去了解。亚历山大是治理的时阵，伊拥有了着三个州，伊的权甲势会使讲足大。但是我三寸柜登记了后，互恁大家看，我应该是得着啥？双手空空，做了对了。所以讲呢，而且也就是要互咱来体会，嘛要互咱来了解。为虾米呢？为虾米？因为你世间本来就是这么精妙。所以讲呢，伫咱这个空观，但是空观呢，安尼听起来的时阵上，我进出1000万、2000万，那安尼我毋着赶紧来乌白开甲开开的，因为是假嘛，将是要离婚嘛，毋知嘛。其实呢，伫这个空观来讲呢，咱即世人有法讲用外语，其实就是上天的，依照着咱的才华、咱的才能，要来扶民济困，要互咱会当打万所得。而毋是讲咱有钱，但是讲后仔常时咧死啦，后仔常时咧安怎啦，所以讲真有钱足济咧，听着安尼了后就真美遐甲歹啊，敢会使安尼？毋是安尼，这是上天照着咱的才华，咱本来才华就是讲迄个上天啦，毋是咱的才华，咱所有的才华拢用咱的才华来赚钱尔。毋过咱再来看，伊是一个假观甲一个空观嘛。你人假到尾嘛是假，咱无到尾嘛是无。搁互咱的规个高雄市拢互咱买起来啦，目睭客气，咱本来无嘛，尾也互咱买起来，是毋是对？结果换咱死去了，是毋是高雄市敢是搁咱卖？也是空啊，所以讲而且，互咱用咱东方的价值换西方的歌舞，咱有这个才华，会当来打帮助道，会当来研究道理，会当来传化真理，咱来甲上，咱会当用咱宝贵的生命，付出来创化较侪兄弟姊妹，对咱个人来讲，这是正面；对咱的兄弟姊妹来讲，嘛是正面，甲咱的生命用于价值的所在。若无甲咱的生命拢逐工来体会啦，来家己听啦，来看电影啦，逐工有时间就自己咧佚佗啦，咱的生命就是拢安尼尔。但是偏偏一条生命，为什么话讲素有长泰山，有天如鸿毛，为人死了，互人都唔甘呢？这个人就食100岁，咱死咱讲，人讲伊足早死啦，食100岁死，讲人讲伊足早死啦。但是有迄个20外岁往少年来枪毙的，讲这个较早死啦，来查偏偏一条生命
迄个是怎说？这就是咱会当做生命出来。我若做有意义的，吼，若讲做事讲做是发意义，会当互大家体会了解，会当刺激上前，咱来甲做。我就咱的心，咱有做过，这个家庭的错热去，父母伊来做重要，听着道理，吼，爱是咱自己甲宣传的话，伊会当扭转倒转来的话，咱来甲做。这种的欢喜是用钱要当买的。咱正刚是安尼做，我们就是这样做哦。哦，那你讲我们现在徐先生伊挺感恩哦。哦，伊比是我选的，我讲爱开几万的吼，即马无拢转倒转来咯。哦，伊讲较早吼，因厝里的代志拢是伊讲安尼就是安尼，但是即马讲袂使，因为即马买一块厝嘛，因太太共阮会看法无共的嘛。哦，所以我今日讲的是徐先生就甲我讲，若较早就是安尼啊，倒伊若看好就是安尼啊，毋免去考虑嘛。但是即马讲咧收袂使啊，爱参考啊。你要看这有改变无？这有改变，咱嘛都欢喜他的成就啦。哦，伊嘛赶紧要人设一间活动起来啦。哦，要赶紧要设一间活动哦。所以讲咧，咱伫这个所在，哦，咱来去了解。那么咧，如果上天照着咱的才华，咱的财富，哦，会当来搭帮所得。那么毋过，伫上天，哦，咱如果伫这个世间呢，遭受足侪的困苦啦，哦，危难啦，这就是上天甲咱创造一个好业，伊要甲咱切磋琢磨，甲咱实现好变未来兴起。咱一定要了解，所以咱唔能怨天尤人，真的不要怨天尤人，因为上天有上天的意。在整个咱整个人生当中呢，有了着伊的因缘，为是因祸得福，为是因福得祸。所以讲，这礼拜无代表永远拢歹，哦，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去了解，哦，咱一定要去了解。所以讲呢，咱爱会当真正来体会。那么呢，伫这个中观的时阵，哦，也是讲假观、空观，这拢总无存在。那安尼你敢要去主导而家，要不要？不要，就是爱用中观，中观就是观中，所以讲呢，伫中庸的内底，互伊甲咱讲，喜怒哀乐之二法为之中，法是该用人嘛。哦，所以讲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之二法为之中，法是该用人。是讲咱来到世间啊，袂当无喜怒哀乐，但是今仔日家庭有一件代志。你做烦恼甲毋知人食，毋知人困，毋知人啉茶，安尼对迄件代志敢有帮忙？无帮忙还济呢，还咱才倒咧，敢会？会嘛吼？所以要看圣者伊就甲咱讲啊，喜怒哀乐吼，法是该种植，烦恼是会啦，咱人要讲无烦恼无可能，但是咱一定用咱的理智，尽量要咱来有甲中庸。就是讲哦，艰苦归艰苦，咱爱有重视，哦，所以喜怒哀乐法是该重视，好拄啊好啦。因为你过头去了后呢，变成就讲加咱这个不幸啊，煞因为咱的烦恼忧愁，毋知人食，毋知人困，煞去用咩道？那安尼这家庭真是不幸。所以看圣者，伊就是要叫咱会当来去了解，去体会。哦，所以讲呢，咱来甲看，伫假观甲空观，咱来甲想，这种总是一个假存在，哦，是一个无常。那么呢，咱唯有爱达到了着观中，达到中道第一义谛。安尼呢，伫咱的人生，咱来甲想，一路行来到最后，咱敢有了，咱无了哦。哦，现在的诸天神圣诸佛菩萨，偏偏伫这个人间。吼，来离开去，但毋过为虾米伊会当成就？就是因为伊会当来用一心三观来了解着这个假观空观，而来达到了着中观第一义谛。安尼人生无了了，若无咱的人生就是交迄落哪咧，伫遐咧得失哦，到最后是拢输哦。本来就是安尼啊。哦，因为你叫现象做伫遐得失的当中，到最后当然呢，咱因为安讲，毋是咱离开，就是咱伊离开咱啦。哦，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真正会当去甲体会。若无，我安尼来讲一个典故，也就是讲，这个乌沙，哦，伫这个乌沙
是毋是拢骹球比赛？哦，大家呢足疯狂即个骹球比赛啦，即个骹球比赛。哦，有当时啊呢，若咧拼的时阵呢，大家拢好注重咧看迄间球，看迄间球走去对是，尤其是一定有支持甲的，到支持一的啦。啊，咱若支持甲的，哦，这个食饭啊，好一直拢去看。哦，那么有一天呢，拄啊好呢，即个全球即个骹球比赛冠亚军啊。哦，啊，就台湾的吼，啊热闹登场，啊，所有的球迷呢，讲几乎疯狂就对啦，拢咧注意迄间球，看到要走去对是要食饭安尼就对啦，哦，大家拢注心注意伫咧看迄个事就对啦，哦，迄间球就对。拄啊有一个啊呢，一个少年人啊，哦，啊伊煞无小心哦，食饭去甲碰着迄个边仔小姐的棍啦，煞甲烧一空啊，啊，迄个少年啊。歹势，我食饭煞去是触歹着伊的棍啊！这个小姐因为吼看到会使讲如痴如醉吼，伊无看着伊的棍啊，伊讲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迄个棍歹去吼，到过来买掉落来，安尼就好，不要紧。佮剩一个啊，哦，这个少年仔咧，佮较紧张，讲啊小姐歹势，我的粉哦，你拄着你的头毛，你的头毛咧粉啊，哦，拄好伫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姐。拄啊，伊支持即队哦，即个食粉，所以伊嘛拢无看啊。伊讲后面有关系，不要紧啦，头个小菜，一两个来变食好。咱来甲笑啦吼。即个阐述也就是等于讲哦，伊的目睭讲已经主导伫即间酒，心已经只有弥漫。相对倒转来讲，咱大家拢看着这哦，遮尔水，啊，心好有安尼敢有共？无爱讲的语咱有意味无？哦，所以你修行爱用智慧。哦，咱修行若无用智慧，往往拢是即个外在当中呢，会去互伊来甲咱影响去。哦，啊，佫一个呢，就是讲哦，有一个迄个渔翁的主人啊，哦，啊伊就放一寡幼鱼啊，连渔翁啊，哦，啊结果呢，都有迄鸟啊，会去碰迄个迄鱼仔囝甲因拼，哦，迄个窟窿边吼，鱼仔食，哦，啊这个饲鱼仔的饲阮的主人说，哇，啊这害啊，这鱼仔囝互伊食，啊这反正啊未大只就食了了，伊来跳落害鱼啊，所以伊就伫迄个吼窟窿边呢来做一个稻草人，地帽啊挂乌面的，吼啊穿夹克，吼安尼啊食鱼仔，哦就安尼，结果有影甲转落去的时阵拢，迄鸟啊怎啊？就是讲有人伫咧顾嘛，拢袂做食鱼啊。但毋过呢，一礼拜尔做去互迄个鸟啊，做讲哎哟，啊这个是假啊，哦，只有识破就对啦。啊，所以讲咧这个鸟啊呢，佮共款啊，佮飞咧食鱼啊，啊碰着佮小林稻草人呢，会飞咧顶悬伫咧食，啊佮沿头我讲假，哦，这个农夫哦，这个牛来主人哦，拄啊入甲。当然，你食吼，就一点料啊，就海料，佮讲假，测试过，爱愈受气就对啦啦。即摆受气的当中呢，伊就有一工的透早，较早起来，迄个稻草人吼，怎啊甲用到，啊伊就地骨咧甲迄拢讲真爱就起来遐，哦安尼，哦，啊即摆鸟啊就是讲假，共款就是去碰伊啊，啊去小伫伊的骨咧顶悬就起来食啦，然后食。佮沿头伫遐我讲假，哦，伫这个当时呢，这个牛呢主人我叫两只手起抓咧，真的，哦，就讲真的啊啦，伊真啊甲抓着安尼就对啦，哦，所以讲伫这个当中，有当时咱听着的，甲看着的，有当时会带着外在的一切，哦，甲咱蒙蔽，咱是无法度去甲分析，哦，无法度去甲分析，所以讲咧，有当时啊，咱来甲听，有当时为一寡老人。我食也袂比你食饭较济，其实人伊毋是咧透干啊，人伊看的世面较济，哦，有当时迄伊的经验呐，甲咱讲了后，哦，咱有当时一件代志要了解，爱有天的历史嘛，哦，但是咱前辈者老人甲咱讲的，老前辈者甲咱讲的，就是因为已经有行过这条路啊，伊知影直接甲咱讲，直至人生甲咱讲，咱就讲啊，安尼有影，哦，那么咱的经典嘛是共款哦。经就是经就是路嘛，就是诸天神、诸佛菩萨伊所行过的路，
那么由伊地主甲伊留在即个住在即个经典上，要依旧互咱了解嘛。那么咱了解着了后，咱是毋是爱照伊的路文来行？爱做哦，毋是逐工伫遐念哦，爱是用伊来作为了着咱世间谋生的一个工具哦。那安尼咧，切记了着五教圣人呢，那么因的迄个好意因的即个用意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应该会当真正呢来甲伊了解，伫世间真真假假真真，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每一个人咧看的角度无共款所以讲有修行，甲无修行的人咧看的角度，敢会相像？袂共款但是到尾是为利己嘛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应该爱慢慢爱当真正呢，透过了着咱即个第一讲书呢会一心放宽，依照即个加宽、放宽，而来达到中宽的一义因除了是一切，咱甚至世间袂当无声，但是嘛袂使永远拢总甲咱的时间呢，拢总投入伫即个内底，安尼呢有可能咱会变成假，但是到最后呢，嘛无法度得到真的所以呢，伫即个所在呢无哈，咱各位先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用即个第一讲书呢，一个一心放宽来互咱做。咱修行学道当中的一种即个了解咱来共款，会当用即个智慧来了解的话，相信咱以后呢，嘛会当来成就的对，会当来成就。那么来就是先用逆流妄想那么呢逆流妄想呢？即马这就是讲是灵验经啦，原则。甲恁讲土语文章，逆流妄想。作业、记忆，动静异常，了然不生。了然不生。那么呢，以这个容易来讲起来，以这个容易来讲起来。肉业，也就是咧甲咱讲业啦业也就是咧讲即个肉业。那么即个肉业呢，也就是气候令后面调节小题。令那很少就是令那。那么呢，伫这个记来讲起，就是肉业。那么肉业呢，就是会有油、蛋、红、马。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呢，伫咱的人生过程，无论讲咱来修道。其实是讲伫咱的人生呢，咱拢会了解这个肉业。火就是这个诽谤，无自信的去互人讲诽谤。因夫，无定定咱有得到真好的因夫，人甲咱赞叹。诱就是看待一切诱惑就对啦。那么呢赞就是甲咱赞叹，那么呢红骂，咱有去用大声过无？有去用医生头来指甲看目睭前无？无定定嘛有啦。所以讲呢，咱有断着火牛油赞红骂，
撞到了这目项的时阵，咱是用什么心态？咱是用什么心态？那么呢，若是用了着，若是圣者撞到这个时阵，伊是用伊伫这个玉金出玉银，若是圣者伊用的工夫就是咱这个金刚经内底不自实心，不自声香味触法实心。所以讲呢，圣者伊用的功夫就是讲这玉银。玉金出玉银，那么来射出玉石了后，射出玉石了后，也就是讲撞到这物件的时阵，若是圣者呢，伊是用利为功夫。那么这个利为功夫，就是讲射出玉石了后，那么这个玉石就是讲射出这6项了后，是从他的心中流过，逆流拢逆去，逆去，但是拢互流过，伊无输啦。所以讲呢，伊就是用金刚经内底，不自色身心，不自声香味触法身心，所以讲伊就不输。所以讲呢，伊来用入流的功夫。当然你甲咱骂时阵，咱敢会感受到？会啊，咱会唱嘛。你甲我骂，我一定会感受到啊。但是我感受到了后，经过我的耳啊，经过我的心，若是圣者就互流过。有影，咱来改进；无影，敢是我的唔对？不是，是你的错。但是安尼，但是咱而且咱有来忍袂了啦，因为我无啊，我安怎啊？我安怎我有足些这个经验，但是呢，圣者咱也都有讲过。咱的前辈在过节生命的人，伊无论好的到歹，伊听着经过伊的心就是安尼。而且嘛咱有这种诽谤，也是这种赞叹着，不要掠起。而且意思就是讲，共款咱入流王所，咱讲赞同啊，自己啊，安怎啊，咱嘛是一个自利心，为了自利心面啊，拢爱听好听话嘛，老人咱学落来较起。逐工含咧困啊咧想，今日去安尼可能真正袂歹个款，无在拢咧学了，咱会自利心面，因含咧困敢做袂去，有咧困袂去呢？毋是讲安尼咱就会困袂去呢？有当时啊无诶时阵咧困啊倒咧，讲袂担心咧寒啊，因为伊无输嘛。但是今仔日今日去形容啊咧，毋捌多少咧救倒诶时阵倒咧讲。自然会做这10个来求得，那无简单呢？不管怎啊想啊，沾自喜，你也甲看伊是自利者嘛，嘛会失人啦。所以甲咱讲仙甲恶毋通输，所以讲呢，而且就是甲咱讲，咱有撞着这个流光所，有这个入入的当中，咱就爱学圣者，爱逆流光所，爱交啊。那么而且讲阿妈婆啊，一定少年更加伤害，因为安那是个书嘛，就是较早啥物代志搬出来啊，因为事情无在这里就会较早的，若安尼阿妈婆会定少年相拍，你若讲逆流光所好过就好啦，所以讲圣者呢，伊就是拢用逆流光所的功夫，但毋过呢，若凡夫呢就无共咯。那凡夫呢，伊变性格，伊就会输啊，伊会输啊，就是讲咱今日有听着无爱听，看着无爱看，风味就倒起来，咁会风味就倒起来啦。那么你倒起来时呢，若较严重的，有可能就是会拍人。那么呢，佮再来，就是因为咱有足侪的思考。有联想，有记忆，联想甲思考有记忆，敢有发生代志啊？我可能捌讲过，40几天啊，有一天呢，一个骑脚踏车，就去互讲一个，怎啊怀孕，因害的嘛。去互人建设派出所，讲为虾米你哪甲讲？
是讲话你都毋知咧，即前我读国校5年的时阵啦吼，就是即个甲我写咧吼，互我的同事甲我拍的啦，经过40档啊，伊就是书嘛，伊是记忆嘛，吼，咱若甲像伊若入流网所无过，伊今仔毋免去派出所啊嘛，对无？家己都无死吼，佢40档啊该奖嘛奖摕啊，对无？哦，佮好过嘛过啊就对啦。但是你无饶伊，你佫有记忆力，所以讲就是将你想要做事，因为你无用入流工作的功夫。那么呢，因为咱有思考，咱有联想。无啊，这个人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人拢英文拢总是就安尼，啊，迄免讲来，就看就知影，有啥地方联想咱就是。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变成咱凡夫呢，伊有真侪记忆力，那么有思考，有联想。哦，有联想，但会变现了解烦恼、执着、妄想，哦，这拢是因为咱拢用着记忆力思考，哦，啊，甲着这个联想。那么呢，伫这个妄所来讲起来，哦，这个妄所来讲起来呢，就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哦，修行的功夫，就是讲将咱看到、听到的迄个言事物，哦。拢会当家己放下，家己忘失。哦，咱若当着即个看着无爱看的，听着无爱听，哦，无爱看着的人，无爱看着的代志，无爱看着的物件，咱若有法度咱家己忘失，放下的话，哦，做任何的处所。未产生不良的作用，以致伊来妨害着修行。哦，因而不再烦恼。有当时啊来讲，哦啊，这个人事物哦，这个人我无啥爱看啦，这个代志我嘛无啥爱插啦，这个物件嘛，互我真伤心啦。那么咱若看到这个话，会当家放下无实的话呢？哦，未产生不良的作用，就是讲因为安尼来影响到咱的修行，那安尼呢，咱的心袂个烦恼，哦，咱的心呢就袂个产生着烦恼，哦，所以讲呢，就袂个再动怒就对啦，哦，毋通讲有了解这个人事物来影响到咱的修道，那安尼呢，咱的烦恼就继续，那么咱来看来放下，就互咱袂烦恼，互咱袂个动怒嘛。所以讲好甲歹，咱的心拢是安尼，拢总是平咯。哦，毋通叫人讲一个，就真受气，还是烦恼的时阵，就烦恼甲毋咱人食，就是要直见，互咱有法度人入流往所嘛。哦，往所就是甲咱迄个徛的所在，处所、时间，拢会当家己忘失去，拢会当家己忘失去。所以讲呢。哦，伫这个所呢，所的伊根本为学道中两大功夫，灵所两方之人。哦，人因妄想而执着，故经常有人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情景，甲人听的你，所听到各种的声音。那么有了着这连串的灵所，我所我法嘛，这个能所，这个能所，那么呢，有了着这个能所呢，仰望，那么呢，因为咱人有妄想、执着，经常有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情景啊，会当听到的你，所听到的各种声音，一连串的灵所，使肉色，使着这个肉色流至在心头，咱才所讲的肉根、触肉根、生肉性嘛，那么除了着这个肉色，也靠伫咱的心肝产生了着这个联想，而不得清净，好啊！安尼哦，安尼这题我到边仔袂要紧，会当去头看过来。结果过。你要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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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就有啊。讲这是大家上看一下，安尼就好啦，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呢，产生了就联想，因为咱的
咱的肉色都是咱的心头，会产生肉性嘛，那么有产生肉性的，就会产生了是这个无清净，会产生无清净。那么反是灵所浮浅，即为业流妄所清净自在啦，自然咱就会当清净自在啦。那么呢？经过不断的努力，也是讲伫咱修行的当中呢，咱若如果会当这个会当呢不断的努力增加的代志，咱甲做出一种的历练，一再的历练，一为生，二为熟，那么安尼呢，咱的修道的功夫呢会愈来愈好。外在这透大风落大雨，我嘛就讲啊，咱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就法度能去成就，所以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一切肉体不再产生了这个不良的影响，那么当圆融自在，必心啦，成为所欲记忆，这一切宇宙相对这个现象的动静异常，不再影响我们的修行，处理界定为这个功夫成绩。那么呢，痛苦烦恼当然是了然不生啦。会了然不生那么呢，再来就是第二点，清净的这个心境，对吗？安尼好行对，你家里来造啊。你去那个你觉得造一天啊？没造，所以。观念较无好吼，较无好，是这样见啦因为这条因出落去的，这就无讲对嘛，条因出落去嘛，这显地性灵气一仙三观啦那么呢用目睭看嘛，这几个用调了较多的，所以看起来就其他的。没有较公的啊。这几个较多。因为遮呢，我哋讲加官空官来讲起啦，加官空官来讲起呢，就是讲这是现自然的一个现象式，伊有成住坏空嘛，成住坏空，也就是讲有春夏秋冬，迄咱拢无法度去甲拆灭的嘛。那么咱的人生嘛是共款啊，有成住坏空嘛，咱有来形成，咱出世做囡仔，有长大成人，住伫这个世间，那么到最后就会老就是坏嘛，那么到最后就是空嘛。那么大自然有成住坏空，这是自时的运转，是伊的定数。那么伫咱的人生当中，既然外在一切都会无去，包括人的一切，嘛是拢是相像。所以讲呢，再来一张呢，就是生老病死，咱来讲讲，咱有生病老死无？这咱人袂有。那么呢，咱有了解这个生老病死，那安尼来讲，这是一种的定数，咱敢会当无去甲伊了解是假观甲空观伊的真实性吗？咱若无去体会着安尼，来调整着咱人生的目标，咱安尼实正就是到最后是啥？嘛是相像，嘛是相像。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我是用着这个图片，叫咱大家做一个，买再讲做一个见证，互大家去更加较清楚去了解。为什么圣贤先佛因就是要会当真正的来修行学道，因为伊是袂开着生老病死，所以伊为了追求了着英雄，所以讲呢，伊才会去修行学道。咱的世尊由始至毋了解着生老病死嘛，伊毅然决然的去修行。因安尼讲，这是咱人生的过程。你讲我永远拢做囡仔，哪有可能？无可能啊！我永远拢做好嘢啦，哪有可能？也不一定啊。那么这个人破病，敢有讲歹势我无爱破病，哪有可能？不可能的，真正有当时咱若如果讲大家拢过得真平安的话呢，大家拢无感觉是啥若无呢，为这少年人带病的是足济咱看会艰苦所以若去病院听讲安尼无来修行袂使啦。若看人咧真正朋友咧趁钱的时阵就讲，不敢病也袂使，因为愈愈遐济，是矛盾安尼你敢较矫情，歹拿安尼啦，因有诱惑嘛。嘛会惊嘛，嘛会惊死嘛。所以呢，你讲你去台中听大头，你讲
讲死的惊死的拢是公园啦，哦，唔惊死拢是门城啦，哦，啊，迄个等死的拢是南门啦，哦，我想起来安尼，会惊死的是讲逐工拢来公园底下咧运动啦，唔惊死的拢倒伫咧民城啦，哦，灌酒安怎安尼讲，是吧？啊，而且讲迄个等死的拢是南门，因为可能迄个地区吼。那迄个是我老人吼来遐行棋啦，啉老人茶啦，用啥吼，所以讲这单字拢是南面吼，所在啦吼。有咱是安尼讲吼，啊，其实这是生老病死啦，嘛毋讲死就死啦。但是你来探讨起来的时阵，你嘛袂当无去重视这个问题呢。啊，无你变成咱食饱甘心咯。咱在自重咱吼。伫未生老病死的当中，咱就一定爱来造就，用咱的生命来造就了着伊真实的一面嘛，来留下美好的回忆嘛，会当造就了着永恒嘛。啊，若有诶话有影，大家拢有法讲起来，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你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等到讲迄观察看落去，安尼阵拄好解决问题，伫解决的以前。咱爱甲咱的生命留落，做出有价值、利益着兄弟姊妹，迄个代志，那咧咱的人生到最后，会当得到英明嘛，这是相关啦，真侪，毕竟活动是咱当中繁华主义咧经过咱，因为啊，迄个趁体育班现状的时阵，互我家己起来，那么是如梦做嘛，是如梦做，因为这个租客，那么的性价，只有看伊安尼如如不动的，袂互外在一切。但是咧反映就是他很多记忆、思考、联想嘛，所以来产生着诸多烦恼嘛。咱才多来慢慢的讲到这个所在。那么呢，经过不断，就是一切录音的不再单纯不良的效果。就是讲，咱今日去伫这个社会，伫录音出录音。那么生熟识的当中，也是讲碰到了着什么？肺腑油胆红嘛，当然这6项未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是讲来就来啊。有一寡代志，咱要到咱遮，安尼家己想者。咱若讲咱唔对，咱甲改；若无唔对，咱就做这样嘛，对吧？因为咱无可能去讲叫你袂使安怎讲安怎想，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办？安顿自己。所以火汉每年的主题。就是要安怎把自己的心摆平，有影啊？家己的心摆平，外来安怎敢有差？无差嘛，所以讲的家己的心要做病啊，要做病啊，所以讲的圆融自在必先称为素质至精，一切宇宙相对动静，当然咱才会当家己讲善恶，嘛会使甲讲啊，那么善恶不再影响，我袂讲因为我做善欢喜甲伊人退袂去。但是伫恶的当中呢，伫恶的当中呢，我嘛袂去做，所以不再影响着我的修行，作为改变为当为成绩，痛苦烦恼当然了然不心啊，所以讲呢，这就是讲咱会当往这个方向来做。那么第二，清净的心，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面对着欢喜潦倒的时阵，也会心动，但事情过后，乃会回到清净的心境，一点嘛无严重就对啦。会会心动，当然啦，咱今日当然好歹，无可能咱的心袂震动。但是你当代志过了后，家己心思了后，该放啊一直来放。所以讲呢，唔惊念起，只怕夹字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一定爱做一个有智慧的。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都是会经过这一个历境，那么要安顿着咱的心，咱一定要回到转来咱的心嘛，会当自在嘛，安尼才解脱嘛，这是咱修行的重点，无咱咧修行，也毋是为着好乐修，无是为着啥，就是为着安乐。安尼就是才会当隐形啊，无咱要常常蹛遮叫人假规矩，咱才有法跳起来，学跳。咱咧较早来跳水沟其实较早无球，才有沟跳过，学跳嘛，咱真就是咧学跳嘛，恢复做转来咱清净的心嘛，那么修行上者是面对一切外境，把反应留在心中啊，有影，咧真心咧做病，所以把自己的心摆平，外来的一切都没有关系嘛，有时摄影机把外在的一切温婉接受，把人的心情无接受，有下力无下力。
哦，放伫个心中有主无想，摕出来放影，哦，富有财官，这就是讲上听，哦，咱算袂知啦吼，啊，所以讲咧，一切温暖接受，别人的心情无接受，所以讲咧，伫修行的当中，咱一定要了解，哦，尤其是伫这个温暖接受，别人的心情无心情基础。哦，尤其是讲咱信的是咱啊，我要婉言恶言，咱来亲近简言嘛，咱无可能去做恶言，叫人家迄个恶言，没有那个必要，嘛无实际咱安尼啦，因为咱是修行的嘛，咱随时会当用着宽宽自教了后，哦，该办的咱就办，别人的安怎，我感觉讲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错是在你，不是在我啊，哦，唔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哦，这就是有主嘛，另外来做解放。咱来学甲放下，为啥爱讲学甲放下？有遐紧啊！我现在讲话呢，吼，足简单，正经的时阵吼，家己有那个规律，但是爱学，无学嘛袂使。哦，所以讲的经理毋是定咧，就是讲哦爱学离开，安怎我爱学离开啦？因为安怎讲有时间爱离开，啊，所以即摆哪学离开咧吼，人间咱安怎样的时阵？较自在啦，哦，咁爱学，咱爱学咧，爱面对啊，即大家拢等下对个对无吼，所以讲咧，这嘛是爱学啦吼。那么咧，古修行啊，修者应当来自心自现，自是心随空啊，哦，这种都是大家目标。那么再来，三心四想照不交，烦恼挂碍，哦，断不了啦，哦，那么咧，你个文殊之剑来。接受着经，理想正心，金刚经来讲，以一切上正命诸分。那么咧，咱今日去一本善万事，哦，万事归一，就是要咱理想，伫万物当中来归到一，就是要互咱理想正心哦。咱受明出一致的心意，就是要互咱理想正心，外在的一切归到一，就是清净无为啦，哦，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哦，咱会当以一切上，虽然是外在的一切，咱是离开着安尼，毋过咱是修行咧，哦，咱来讲掩而不掩嘛，哦，所以讲咧，咱一定要离开着外在的一切，但我讲达到清净，哦，啊若无高屋共款，无成依可言啦，哦，人生不管百伤怀，千年忧，烦恼过去。犹如未来，那么呢，就是讲咱一个人，若如果上过头执着，哦，烦恼，那么安尼咱的心就高我共款无成。就是讲咱大家拢来上班，足快快乐乐嘛。但是今仔拄撞到一件艰苦的代志，你就遐想啊，啊，来去做啦，来做工作啦，吼，啊，无心情咱食饭嘛，无心情咱饮茶嘛，无心情咱困啊。就是亲像啥呢？高屋共款拢无成绩，敢是安尼？因为你当然无想要做嘛。为什么？因为你互你的烦恼、痛苦、执着，甲你绑了的。亲像高屋共款，就无成绩啊。哦，你就是去互自嘛自调的嘛。哦，如果你若跳会过呢，你的烦恼就会过去，啊，若无就嘛无可能。哦，所以讲咧，咱的烦恼过去，过去就好过去，真正咱以前啊，随时甲放下，因为迄种就是摕过去的唔好诶，垃圾，咱就摕起来甲变去嘛，无路用，以除不破。哦，所以讲咧，咱伫这个所在咧，伫修行，哦，咱一定爱会当真正来甲伊认识，哦，甲伊了解。那么再来，就是咱济公老师呢，哦，伊甲咱讲，时代交流，拢会体现。我们学的就是迄点真相，唯有真相之性，哦，才能上清上净嘛。哦，时代交流，时代咧社会咧流行啥，哦，这拢会体现哦。自咱捌代志甲这社会交流，敢有足济？敢有拢会啊？有啊，较早咧喇叭裤。气氛酷，哦，啊，啥物咧？迄个啥物货，穿啥物装，拗过无？较早人教人流行的，即摆敢有加较好？咱即摆想啊，哦，有当时啊呢，交流老师讲过，时代交流的特性嘛。那是不是哦？只不过就是咱这种的感觉，所以讲咧，这种的交流，尤其是咱是修行的学道。咱就是要上清上净哦，
咱是要得到顺服哦。咱若咧做着时代潮流，毋是永远拢对的哦。咱讲的真诶，敢有相当久诶，社会潮流是毋是一定拢对？无一定拢对哦。毋通咱讲啊，咱进社会都拢安尼，咱咧修行呢，该毋对的嘛是爱杀死呢。啊，若无要安怎算是社会一股诶清流？咱是爱甲无好诶物件，社会无好诶物件，该变除掉去。那么，甲咱导流好诶，甲树立了就这个社会，所以讲咧，老师甲咱讲诶时代潮流，咱若如果修行诶人对着时代潮流咧走诶话，咱不可能成就。咱诶时代甲咱淘汰去，咱会行一条不归路，因为安怎讲，咱愈追求了着现象，离道愈远，所以讲道不远人，人自远去。那么咱会当了解了后呢，咱来甲上老师甲伊讲，我嘛学的就是迄种的真相嘛，唯有真相知识，才会当上清上净嘛。那么如果一个修行人对着潮流咧走，伊敢有心来修道，规身躯拢是潮流，讲咧修行来修会落，修袂落啊！讲要叫恁来，逐个拢穿一束安尼白衫啊、裙长裤，穿迄歹看甲要死去。啊，若只要着穿安尼，阮毋爱去。这潮流就是安尼嘛。伫修道就是讲安怎呢？咱爱顺之又顺，把好爱毋好甲顺掉去，而毋是甲当做迄种的宝。迄种的物件就是要互咱的心性袂当上清上净咯。互我感觉讲，互我若咧出门拢毋免一个带啊探子啊开起来，穿过一束鞋啊，穿过不用。互我公司就讲嘛是白色的制度啊，嘛是蓝色的长裤，道场嘛是安尼。所以讲头发都要清一身，拢毋免烦恼。若无就是讲清出去，是安是你的感觉尔嘛，咱各位坚持。穿一领佫3万箍，若穿甲互我的面头是，互我嘛会使甲当做你是路面单，安怎讲互我毋捌做啊？你讲你穿3万呢？咁一定要穿3万呢？当然话是讲会较贵，就较舒服，较袂潮，穿较久。若如果讲是迄种虚荣心呢，讲我一定爱穿迄个上一位、拄上一位就是要见面的，那心态是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但是伫修道当中，当然咱一定爱注意，咱爱把迄个心甲转换掉。若无咱的心拢一直向外的话，咱永远无法度去成就。所以讲道理啊，你们有后生发现无？的精神爱是。甲迄个欢喜甲时代潮流呢，那么呢不停的追逐爱点力，知道不知道？那么呢，幸福菩萨是觉者，因袂去追赶着时代潮流，感觉重点是遮，是不是这个而已？虚荣心的作祟，新的一个感觉而已。拢无对时代潮流的人，伊逐工嘛过甲足欢喜呢。咱逐工伫遐咧捉潮流的人，敢有较对我？不见得，不见得。这种总是咱心的一种的感觉尔啦，一种的感觉尔。这种的感觉是咱家养成，甲无养成。你若甲养成，永远一定爱安。你不甲养成，我不用啊，我还是这样啊，我还不是很快乐吗？所以你讲道理啊，真细细吧，不要在五花八门中追追逐逐。你无要的是淡薄勇气，淡薄灵气，那就是幸福的志向。如果无有自己人生目标、生活的大事立下，一个坚定的志向，一旦撞着小小的阻碍，甚至足容易退缩。所以讲，修道爱有志气。既然要修，就爱修得彻彻底底，知无？老师咧有啦。所以呢，这嘛是万世之道啦。因为站在修行的角度，咱就是一定爱安尼。所以讲咧，咱来甲上，真有一寡哈韩风、哈日风无衣足带的，然后这里啊，你较侪可能知影啦哈日风、哈韩风，若做一个国家的歌体影体，你看来到咱国际机场，有2寡人就去伫遐秀安尼，迄也是哈日风、哈韩风啦。互我想讲是毋是甲变哈河风？
佛，哦，因安尼讲，你崇拜那一些不成佛嘛？你崇拜歌星，哦，那大官星、什么名星，还不是一样吗？啊，你若来个哈佛风崇拜佛的话，你不成佛才怪的。哦，是不是？不是吗？其实咱是哈佛风，咱做的是哈佛风的啦，敢是啦，是啦，没有错啦，对，安尼后来成就嘛，迄不是咱自己看的，压起来，较紧的来画这签名啊名的，得到什么？心里的什么感觉？哦，所以讲呢，咱即马这个哈佛风要记起，所以讲呢，灵性的本体，内在自我。当我们心情起了波涛的时阵，就是先用这个平静的深度去化解外来压力，使伊恢复平静。那么呢，当然是人生当中心情有起落嘛，波涛嘛，咱有内在，有内在自我，就是咱的自身份嘛。伫这个所在呢，咱会当用着咱的自我，也就是讲你的深度。咱内在有一个很稳重，比泰山较稳重的一个自信。那么用这个深度呢，去甲伊化解外来啥呢？外来这个压力。咱内在有你有迄个开发出来了后，当你有了解，你当你甲应用的时阵，外来一切无害之一啊。因为我先用着我内在的自我，我毋是用着我外在自我。我若用着我外在自我，用着顾着我的面子，这是外在。当然啦，去了波涛，你感觉安尼也是波涛一样啊。但是你用着内在稳重如山，外来的一切无害是一样。那么俗语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知家己是来修行，来了凡，却糊里糊涂交世俗的条件过日子。伊走向一个轮回的路，各位先生，敢有可能？有啊，我能定出来，我嘛有人啊，我嘛参班啊，我拢有，我就是一个修行人。但是毋过，咱糊里糊涂对着世俗的潮流咧过，结行另外一条轮回的路啊，咱毋知影呢。偏要互外在这甲咱牵去，咱毋知呢，咱这当作咱修行修甲袂歹呢。这敢爱注意，这爱注意。毋通逐工欢喜好，拢爱赚钱，到尾啊，当时奇怪，人就对遐去，我来对遮来，送叫咱对遮去的，咱家己对遮去。所以讲呢，咱是修行的当中，咱一定爱去了解，咱爱了解咱家己的方位，咱的家己的定位，咱爱安怎做？伊毋是社会讲社会，咱咧修行，其实咱是修行人，人牵咱地去。袂社会呢，咱会用牵甲弄走所以讲呢，就是四了化千金，有智慧的者呢，者是借修行来改变人生，用真渺小人力去平衡大自然的力量，上广修道的时机。咱今日若毋是讲应运这个三蛇普渡、大开普渡的时阵呢，今日咱要得到有困难。所以讲呢，咱是借着这个修道的时机，就是讲咱把握着这个三奇八则，咱今日咧修道较有可能若过去咧得着这个道，若毋是一个大智慧者，修甲讲完过法，伊要得着这个道，不可能所以讲呢，过去呢，伊传道有两种的因缘，一种的是应机易说、无上妙法，是成修合一。那么呢，咱这个应运是普渡三德。所以讲呢，伊道大开普渡，互咱先得普修。所以呢，咱依照这个因缘，把着这个因缘，叫做四鸟化千金。较早讲千里风云之万，万里求考发，大化体的无秘术嘛。即摆是安怎？一代全不费功夫。为什么？因为咱这帮顺，这个运，这个时运把有得，就是像进。咧出啥物咧出酒精咱食有得，就是因为伊应下这个时运流经的应运的时阵，咱要食足简单嘛。这个修道的时机嘛。那么趁着每人心中这段认真、密切、欢哉，赶紧来快马加鞭，以上帝的时间来换取逍遥自在。当然呢，这就是咱爱把握这个时间啦。那么结论。我即是心灵的大包袱，侵蚀了自己的热情，掩蔽了着这个智慧的光明。唯有拍开心量，
善用智慧、才能、武武去接受到这个一切。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哦，咱五即是心灵的大包袱啦。啊，外在一切虽然不变，不变虽然。哦，修行咱的重点，哦，咱的定位，咱家己用好就好啊。哦，外在的一切，心灵这该放，咱一定爱放，因为这交咱的事情永远无关系，就唔卖干扰。哦，啊若无，伊会侵蚀咱自己的人哦。妈啦，我唔修行咧。哦，那么掩蔽了咱智慧的光明哦。咱迄种智慧无法度过来用咯。啊，所以讲呢，该抛弃呢，咱也该抛弃。所以为用，把开了就心量。哦，把开了心量，咱的心量愈宽，哦，会当照宇宙外在哦来合的话，咱的心量就有到迄个所在，咱有法度容纳着一切。善用给咱的智慧，自言意愿，咱就法度得到一个解脱嘛。哦，所以讲呢，外在的一切，其实拢总是一个种的关键呢。那么咱要安怎会当把握住这个机会呢？那其实讲起呢，咱一定爱哦来善用了解咱的智慧啦，哦，甲心量。那么咱用咱的智慧来了解，来心观知照，哦，心观知照。那么呢，接受着一切好的因缘，甲歹的因缘。好的因缘，嘛当成就咱；歹的因缘，嘛是当成就咱咯。毋是歹的因缘，就无法当成就咱咯。因为咱会当注重伊，哦，这个绊脚石，甲当作垫脚石哦。哦，所以讲呢，这是在咱心的关系，是咱心量的问题。无定就因为安尼来成就咱嘛无一定啦。哦，是看咱的心安怎去甲面对。哦，那么呢？啊，这是互咱呢啊，对有了解这个主题呢啊，交咱各位先人呢啊来做一个共勉啦，哦，那么大家做一个互相的这个研究，哦，针对伫咱修道的当中呢，其实咱大家人清楚目标拢清楚，拢了解，哦，那么咱要安怎做，其实大家嘛拢真正清楚甲了解啦。那当然呢，今日去修学道，喏，咱无修，普度修，但咱修。会当提升着咱的智慧，哦，创造咱未来，哦，创造咱的人生，创造咱未来会当真正达到究竟。那么唯有就是讲会当放下万缘嘛，哦，啊，才会当成就着咱的灵命的自信，哦，安尼呢，相信伫咱的日常当中呢，应该也会当真正圆满达到。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啊，无法不便个啊淡薄吼。那么最后呢，啊，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那么有件不大的所在，啊，望咱领人、副领人，啊，咱各位组长，啊，各位先人大众呢，啊，会当甲互咱呢，啊，来做一个指导，互咱呢，会当去来减少着毋少，吼，啊，会当去来了解去较济，啊，会使讲今仔日呢，啊，嘛是非常的抱歉啦，吼，甲大家耽误了这个宝贵的时间，哦，半点钟去吼，那么。啊，互咱咧在所发展啦，那么有真侪不足，啊，希望咱大家呢会当得到体谅。最后呢，祝大家呢啊会当身体健康，那么呢万事如意，哦，爱当发挥充满，哦，多谢。三百公这边前到中，分到中。我的心情。现在这边前到中，分到中，大家都笑笑。所以，咱各位头长，各位大家晚安。时间大家10:10啊。那因为当然是咱拄则呢。电脑不灵，使咱的心灵呢灵敏不足。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是咱道理的准备之下呢，相信咱各位是修办道此后，是咱这条修行的路标中呢，这个路途的顶面呢，希望讲咱大家会当行得更加顺利啊。
用着咱的智慧来发挥着咱生命之汤，使着咱伫修炼学道的过程当中，会当真正如同主者所讲的，烦恼痛苦上来，当着一直来帮助。当然，伫这个过程呢，感谢咱中爱人呢，几位主持者呢，会当来引领咱做人呢，来帮咱安排这个班辅，而且呢，包括这个咱这个时间呢，记得咱这个付出来看咱这个这个这个咱们好的呢，希望讲这个主后。咱做人呢，这个班修呢，会当呢，咱做人呢，当做做较少，来甲咱做大家一款鼓励，参考。咱呢，真感谢咱鼓励呢，当呢来讲做这个开始，伫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咱所知影讲，咱明仔载，因为是咱本地。12月最早第一礼拜来接受，不过呢，因为拄好一个囡仔死，有一位呢无一个确定，所以呢，咱从这个讲座呢，有做讲啦，咱大家伫这几个当中，或者是伫这几个迄内面呢，有要收到的事情，或者是咱有遇到的事情，会当是咱来做一个事情要来检做，因为呢，若无呢要讲后摆，因为咱正月份96年度正月份的队伍未排出来，这是刚刚唔知，所以是12月30日以前，可能无人到31啦，因为12月30日可能咱就每日迄礼拜去开做班嘛，所以呢，伫咱要做班以前呢，咱若是大人，如果是有新的收到，咱另外呢是先了这个班主的检做，那是将呢，是算的一个小时可能做一个报告，就讲因为呢，这个讲有参欢迎咱认真上呢，12月17，是咱花莲要检做，原本是干体育班嘛，但是因为原本的体育班是，对我说调去调来是12月14，所以传因咱因为传有这个班去，传查比班的查，所以呢，伊的体育班调来是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咧调规这个做，所以呢，敢若有参考讲，咱高雄的这个在这上下咧。有要去了解无？所以呢，伫遮时间咱做一个，互咱大家心理上的了解，因为搁遮侪日，所以呢，咱要咱大家参考讲，有要去无？若会较咱上下咧呢，大家做一个班呢。其实你可以班呢。是咱高雄体育班安尼呢，咱就会当去，那互较会参咱这个，刚刚你们做一个。这是个3号，这是3号。那是呢，就是咱台湾选举姓陈的这个单位班，所以呢，这是单位班呢，因为互较拄好着花莲的体育班，就是因为原本是10月参咱帮太太竞争的对换，互我是认为讲咱12月初10是无错，但是12月初10是因为12月初9。迄前有升专班，所以呢，12月初10的体育班同甲调编号都在12月14号，所以若无这两班都要调做，所以呢，伫12月这当中呢，咱管理的这个单位班呢，咱各组呢，要用早呢做一个人员的收费，时间呢，当然这时间呢，互咱参咱各组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迄天互较太麻烦清楚。所以是这样的，才能做一个报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也较多加了咱的时间，对来说是身体健康，就是大家好。下面主席前的恭，主席的恭。
这地方前到一公，再公，三公，感谢两公，感谢水一公，感谢三水一公，分到一公，再公，三公，感谢两一公，感谢水一公，感谢三水一公，前到一公，再公，三公。分到公，再公，三公。大家晚安。手机班吼，咱手机吼，迄个人数你爱做上来哦。当地班班。而且这个班最开始，还没开始，到这个检查班。这个检查班是在工作班，我那个，飞机都没下来，太难了，我真的我真下来，超过100分打给你，来你在那起看2秒呀，2秒就到了，2秒加，我现在啊，我要再1秒，好，来这个起个2秒再2秒The 3 TREASRUAs of Tao. 3. 宝心法主讲者5. 净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第1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第2章什么是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3 treasures? 第3章何谓3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4章为什么引宝要立愿 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Tao? 第5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6章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T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ve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T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T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1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各位先生太太小姐，首先让我衷心的恭喜你们，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今天你们得了道，道是至宝，道超出了一切。每一位古圣先贤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即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在古时，人要得道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爵，离开家人，入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途径、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在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在他至诚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派仙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稀少。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秘传给下一代祖师。Today we need not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rselves. We may find the means to do so in our own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ecause we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ao.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ve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默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劫就要来到，末劫将会毁灭全人类。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科学是高于一切，
科学是万能，科学能解一切人类之问题，而良心、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道心、真我本体，它不灭，万物常存。他是主持我一生之主人翁。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我们称它为末劫。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仙、地府的鬼魂都要受劫灭。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ung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ung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is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是我们灵性的至高无上之母亲上帝，是非常的慈悲，一不忍善恶俱焚。因此降下真道，并派名师济公活佛与月慧菩萨降世挽救三曹弃天之大仙。世界的众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传真守，普渡三曹。他们的责任是办理末后一收圆大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直指人人固有之良心。灵性使人们见自性而成佛。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劫临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信女。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道然后才得道。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因此得道以后，我们要真正修道，
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吉，躲劫彼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d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今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之根基缘分。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前世有行善积德，祖先有德，也许前世有修过五大宗教或其他宗教，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否则将永不能得到。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un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2章蛇魔是道，各位今天已经得道。究竟的是蛇魔，蛇魔是道，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道是宇宙之本源，创造者力及主宰者。道上帝，道至尊至贵之神。当天地还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道已先存在的。当天地毁灭后，道不毁灭，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天地人万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道非常奥妙，道无形无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可嗅，不可捉摸。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亦不可言说，一切皆是道所为。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道是无为而为的，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人们常称它为自然。假若无道，任何一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道上帝，我们之灵性是上帝所赐，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of th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它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它为道；在它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它为理。当它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并支配肉体时，我们称它为灵性或良心，因为它赋予我们本性。我们称它为老，这些名称虽异而其义相同，皆指同一物而言。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今天你们一的名师指点开了心窍，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形无相的。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已离开，他立刻就死亡。灵性附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它，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它了。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它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使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我们是无限的广大，
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亦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是的回真我良心。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 The divine mantra. C.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oint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3章何谓三宝经天？你们所得之至宝，亦可称为三宝：一玄观，二口诀，三合同。一第一宝玄观，玄观玄妙莫测之门。玄观点传师向你们指点之处，它有许多名称，一点本性，此是我本来固有的真我灵性良心，它是不毁不灭的，它永远存在。二点生死之门户，玄观是灵性出入身体之门户。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思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108000里，此是譬喻，亦成佛是不易之事，因为名师难访，大道还未普传。然而名师经已指点明路，你一步登天。4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B.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D.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4. 正门玄关是正门，它正好位于当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当灵性投入身体后，此门关闭了。假如我们不欲名师指开玄关，临终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可出离身体，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眼耳口鼻肚脐顶门。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来生当为胎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二由眼而出者，来生当为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三由口而出者，来生当为湿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四由鼻而出者，来生当为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五由肚脐而出者，来生当为平庸之人；六由顶门而出者，来生当为富贵之人。上述之路乃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点传师点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我们不必再走四门，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否则玄关虽开，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5点 In the Bible Matthew 13: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Tao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s prophecy. 5. 圣经上记载，约翰对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明你们已悔改。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请记忆，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那盏佛灯代表上帝老。在点道之仪式中，你们已见到点传师以香柱从佛灯引来一条经指向你们的玄关，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窍，照破了黑暗。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6点 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释迦牟尼佛云无有正法掩藏此语暗示玄关之地。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1.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2. 第二宝口诀心经或无字真经，一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还记得吗？请再说一遍。当性命危险时，你才用此宝，将真经默念口中，手抱合同，你将可被仙佛救护，脱离危险。不过要注意，此口诀仅能于性命危急之时方可运用。假若我们真诚修道，当然我们将受仙佛之庇佑。2点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2心经口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因果之真心，由千经万典而达入真经真典。心经心法真空也，真我本性也。3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3以心传心口传心手，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此者老的分灵之心也。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1.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un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u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sc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s presence. 3. 第三，报和同一点和同之意和是合成一体，同是相同，合同象征老赐予我们的经印，表示我们以为跟人。我们手抱合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2点和合同，同和，抱起合同，能闭眼罗。3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内边。子亥相掐怀中抱，能托久大节观。4点现在让我们引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但是使徒们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从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它是对合同之一种预言。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须如此方能返回天国。如今我们手抱子海觉，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Tao from your teacher? 2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2 persons, the Tao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Tao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4章为什么银宝要立愿在典诗还未传到给你之前，有2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先立愿引保你求道，否则典传师不可传道给你。这2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哄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诛。你奉献的功德金是来建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Tao. Before anyone receives the Tao, he has to take a vow which states that he will faithful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Tao and will not reveal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the 3 treasures to anybody. 第5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表白他将诚心报道及不泄露天机3宝给任何人。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T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7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6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度，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他真修，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9玄7祖。你的功德何其大呀！ndrodu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应对照 http://www.taolibrary.com/category/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T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Tao 中应对照先天大
大道简介一合为先天大道。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三求道是求什么？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合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2、3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33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4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故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无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在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着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需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这个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个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100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典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典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死级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益，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身上固有的道，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朽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2堕地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义便代代单传独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100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干造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以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普传于世，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3宝，必能灾必劫，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
不胜枚举。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究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有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古代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先造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100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永享平安喜乐。4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境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证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3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3曹名师这一点妙至极意，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是指变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次级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由先天带来的，亦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是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地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现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100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治理，觉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勿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倾泻的大道普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3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明记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2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3得道以后，绝不将求得的3宝告知任何人。3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
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亦的印地，对父母祖先尽大孝，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先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忧、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此即祖上有德。我目人遇到引导师度我得道，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世，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至。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故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契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传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闻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亦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是不，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务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借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及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浊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皆能参悟到，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体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任何人只要有求道，
经过身但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品湿，下不腐臭，甚有多至数日不变，一腔满滞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败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似瑞香，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当无疑问。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无法在此一一例举。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根，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境。 Introduction to DAY. What is DAYI? DAO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AOID. What do I get in RECID and in DAOB?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B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D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I? What is DA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AO. T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 i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s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 T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 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utras, 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 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 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 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does D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D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 to feel, to taste, to hear, 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 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 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 Tao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 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 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 in order to see, to touch, to feel and to think, 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 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when we shake hands, 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 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 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 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s knowledge and his/her being a grown-up or a baby, 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in charge of all. It is Tao, 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universe, the nature, and the micro-universe, the human being'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 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ity, 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 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 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s conscience, 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 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 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 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 Tao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 T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 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What it is indeed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 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n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 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ntless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 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Tao. And altogether, 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Tao within us. T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ame sour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Tao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Thereafter, languages, cultures, religious scriptures,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Tao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realize it is Tao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in us and have used soul to represent the co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 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 brilliant, 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ow the pictures taken throughout one'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 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 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 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 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 solid and alive, 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Tao.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Tao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te of receiving Tao. Here, 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First, by receiving Tao, the true self gets pluck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Tao. Thus, the body gets to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 making our lives joyful and meaningful. Second, by receiving Tao, 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 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a house, 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 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 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 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 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dying, their body shows stiffness and signs of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Tao, 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three treasures while having the door to heaven opene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Tao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100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 the heavenly Tao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To probe further,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opens the main gate, the front door, 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 it exceeds the scope of sutras and dharmas, and it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T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 king of all dharmas, mother of all Buddhas,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 Tao never deteriorates, and we have never lost it at all. Hence Tao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What do I get in RECI beginning DAO as mentioned earlier? By receiving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 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Tao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Tao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 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bad to bright, and we can obtain real joy.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Tao has been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to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d of its passage 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owever, in recent centuries, human beings have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we realize, in just less than 100 years, there had been 2 major world wars, 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 causing damage to the ozon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The human has created calamity. God, with His mercy, makes Tao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n order to save good people. After we receive Tao,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in mind, 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3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u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See,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experience birth, grow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 the wis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Tao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is century, T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er points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 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 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 it helps us think,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 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 is like the plant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nurturing of wisdom, kindness, and purity, it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th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 T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Tao, and then cultivating ourselves, not only improves our own lives, but also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T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Tao to the world,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 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after life. To probe further, the supremacy of T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 by which Grand 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from Grand 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 one'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T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ence, the holy heart. It is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T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 perception, potency, and ability. It i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 intents, or eve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create the sky, the world, the human, all beings, 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 after being created, 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Tao even for one moment. T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4. Without Tao,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e have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e have illuminated or revolved properly. Then the yin-yang energies wouldn't he have circulated, and, as a result,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5. Without Tao, the 5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soil, wouldn't he have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would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6. Without Tao,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he have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100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 it is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ing a Buddha. And to be a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 to one'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Tao.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Tao? We have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Tao. Some would wonder 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Tao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T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t always holds true that people who had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Tao are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Tao,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offer help to those in need of it, and do our best to indicate Tao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After we attain these 3 treasures, we promise not to tell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These 3 treasures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ized masters in front of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 we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 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doubt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Tao i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our ancestors. Therefore,
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Tao, 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mentioned, 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Tao,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Notes: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cycle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 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 we hav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 1. 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T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2. To have sowed the seeds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the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3.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well. 4.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the way to attain Tao to me.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the previous lives, 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 or we cultiv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So, in this life, when Tao is availabl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Tao together again. So time is ripe for T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Tao have on me? As we mentioned before, 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T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Tao, at the present time, 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is applicable and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needs. We don't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Tao. By the grace of God, T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T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A. Receiving Tao creates no conflicts with any religions. T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y religions. It i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 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 the contrary, by receiving Tao, 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s, customs, backgrounds, legislation, and value system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In receiving Tao, 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 the true self, rather than by literature.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C. 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Tao. Through receiving Tao, we are not offered conscience or true self, but merel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wisdom and mercy. Therefore,
we restore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Tao. The only force comes from the guilty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 which reduces the mistakes we make. The practicing Tao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Tao and conscient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Each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her family, career, and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we keep i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our practicing Tao and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Tao. 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 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Tao, 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The wish of Mai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into God'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V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 Tao,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 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Many people, after receiving Tao, with their wisdom, faith, and devotion, realize that T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all things. They comprehe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 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Their faith in T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move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n't or just received Tao, T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s.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Tao with the front door open shall die peacefully. One proof of this is that for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ao and died, 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Since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uncorroded for a few days.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it is a fact that cannot be denied.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 but very rarely.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ao, 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unless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This can prove the soul has reached an ultimate harmony.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hings on earth, human beings are nonetheless weak. Since birth, 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have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 used th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 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Tao. Thereafter, with each individual's faith, wisdo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 deeds, one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It is up to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ao, 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 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realize eternity.
你就自己出成之论，这就是用儒家这个说法。如果来道家，你道家呢，就是太表。三文，我们情感嘛，这还是还有道家的明星很境界很多我估计另外呢，假如是道家明星名士啦，我们讲来讲去的这名士啦，那道家呢？佛家对着天官的对着这天官的名士刘三思的，见佛安老。所以讲灵山寺咱无咧寺内底拢不在灵山好安住灵山寺挺干净的那么依照咱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咱道中道中有这定的民俗道中我们现在道中有这定的民俗叫做我们这个一般一般都来用现在的这个民俗叫做摩崖山。五红色，五崖山，五红色，很好咱第二个伊这个草木分主席来的五红色五红色是开它安尼咱讲五崖山前对合五崖山就对。这种是咱现在咱伫一般道家的内中所看到，所看这名术的民俗。伫这内中比如讲咱师尊咱当时师尊这讲话伫宋朝迄阵，这大家的地主大家五常师兄五言师兄迄个时阵年轻把这个管叫啥？天灵盖。那这种管法我就知我说天灵盖，天灵卦的这个天灵的卦天灵盖，这是一个所以讲起来这民俗从点了解定的这形容各方面的那个面这形容拢有就像，拢是一定下，一个一定下对差不多较有看到，比较较有看到，拢是一定
九品零三百路对他才定啊，这三百路的这个哎，所以你看，那么国家就是零三进到干种，农业进到干种，这代表性的讲啊，我们在零三讲的，我们这种叫呢无烟山，无烟山，无红色。五红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在这种民俗啊，这种民俗较新的民俗的这个新的民俗，那个用你看我当地体会这个无烟山，无旁的色对，然后再来一个那肺有天官呢，肺有天官就是出来在人大，这个都已经这个都已经在人大呢，这个就要这个，那我们上来了解，头先了解一点，如果再了解观，这个所以这个先，你然后讲这个跟哪里跟哪讲，你讲解决你当下人专业准备到达，未到达。那么这个完形灵形呢，是很难的完形灵形，那么这个完形灵形是上帝降临，所以要总一句话讲，这个呢天赋。仍然是因天所不明，咱就叫完全的天地，完全参色情都讲啊，你不要把色情当作完全啊，当然咱来讲完全来讲内面啊，讲到这个时啊，靠究竟靠法来讲。第一步的精神靠法来讲出这出来，精神靠法的无救，无救，无救的这个关系的力量，来带动出来，这个啥？民主靠法的心理，咱即嘛是做当呢，你教大家教咱做事，你民主靠是不一样好的，咱这个对不对？其实啊，领导就比较难，现在民主靠法是无靠这个难来人靠法，咱先靠这个，精英靠法，这是修炼的过程，修炼的过程，精英靠法，其实啊，读到咱读书还有干污染，是无干污染，所以要有对性，要有包容家。所以人家是完全的，这是上帝降临，有上帝，上帝是一个大灵体，降临那是叫做分物，所以嘛来用地府天命，这就是人性，天是上帝，命就是降临，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啥？天赋之灵，天命性。所以个人富有个人拢有天所赋予之灵，赋予天
可能到那方面，原本的设计个设计进去，啊，这个设计啊，不是这个设计啊设计，你注意听啊，注意了解。设计啊，你哪怕在现在拿医学来看，医学来看呢，你看。新疆的技术，新疆的技术，卫生技术，啊，卫生技术，这个设计不是讲新疆的技术，就是讲新疆的技术，好，那么我这么个讲一句话，尧舜相传的，尧舜禹相传的是人心为贵，道心为民，爱惜啥呢？爱活啥呢？爱惜啥呢？爱生啥呢？先是道心爱生，先是人心爱死。尧舜禹相传时代，啊，生意哪用是代表的新疆技术，不是啊。所以我们修道如果一条就修了，以新疆技术为生力量，那这个一点，这是咔嚓的。人心不一样的，爱什么？爱心。道啊，人家就会爱什么？爱心。所以这点都改变一下。改变啊，观，改变观，啊，所以观呢，就是出干净的。所以讲那个年长很好，可能出去的时候，你觉得就让感觉爱出来这边，出去爱做他们，你爱做他们，啊，人家自己出爱好，出爱对了，你爱好，你好出对了，好对啊，家己会言语不如啊，这就出去了好啦。你是遵什么心，你来对爱好，就是遵什么心，就是爱呐，是爱机会改变啊。这个是啥？咱这个关条，这关条，所以啊，咱我理解的，有这个现象啊，所以我想就菩萨就我想人就会菩萨对吧？所以这个这关的出现在哪里？啊，那么安尼咱就嘛，来化解，做一个化解。田人啊，咱这些观念，就是就是说，直接出去谈，注意啊，这样田的观呢，田观呢，那你听到没？田观的人，出去，是出去的，你下来出去。这种啊，听他是信教，这个有些
天官，完全清净，出去的门，出去的门口，完全清净的出去，无啥的，无事情，您知事情对的出去。后来。这个长节，这个长节最重要，这个长节最重要，这个长节最要，这个长节对，这个长节我是对。亏嘞不是，亏嘞听，亏嘞不言，亏嘞。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这个长节是对。所以，虽然你话我这种人啊，是自己的，啊，你听哪都是自己的，啊，是自己的，是自己就推荐人啊，啊，有时候人讲会就，嘛好看就家己的是自己的，无配合做我领导，无靠你别做我领导，你做有时候领导一定要看着家己的是自己的，对吧？看着家己的是自己的。啊，是一个人就这样啊，这个官在这个官啊，所以咱这些人是对家，对家，在同一个不必钱，所以你看到两个背后的头壳点是口号。头壳点是口号，啊，两个背后的呀，这个人啊。咱地方叫做心，心轮啊，哦心啊，这是心，这个人就是搞成这心啊，你是即嘛经验，你嘛看你那人啊，这搞心这个别心啊，你看你哪就这个弄好的，啊，因为咱哪个活呢，这心啊。完成的是完成，啊，这个轮回来啊，这是这个运行，这讲起来人，这个文章了，好，现在抓到这里面，至少要抓起来，好，所以你要我看看哪些，那么挺特别，因为这个天官就是出去的门口，这个门口是对。天官向完全灵性，出去的门口，那么这个门口是对，天官就是一种神，这个出去的门口，上帝来这种精灵的出去的门口，那么这个门口是对，你就是这样子的票啊，对，所以
为什么在道家来讲话做风水？哦，这就是把黄丁丁，黄丁丁啊，黄丁丁啊，黄丁啊吼，道家的黄丁丁啊，黄丁丁是放在地安的。他说都在外面搞对吧？人出去是自己家呀，其实的，你多是的，他先干嘛对不对？对呀，对啊，做事人有别相通的卡地段，就是说，零钱出去门口一所地下，是多零的经管啊，你们看得到？那最起码，这能力到中等的看这个大音啊，这个注意点好了，明天啊，反正呢，出去呢，有他们这个头上面啊，可能来跟他上面，这个这个我反正这个啊，你用嘛就两个嘛，你就买这个嘛，价位这个几多块上来，我你来这个。这个就是你的健康的，这一个原状的所在，所以呢，条件上在同一边这个天平啊，抗力劲，抗力也啊，咱这后边这个脑条啊，这个这个注意干嘛？这个西南角的这个啊，后西南角啊，不会淘汰，这里这样就是啊，这个啊。就是教育啊，唔是多安尼毕业，唔是讲不是讲毕业的所在地，是别来啊，所以评书这点唔是来读头的，读到你的所在啊，记不在调，按怎记？这个记，对不对？应该是哪太毛有经济变化，这个记忆有一个清楚啦。好，反正就是记，唔知，即嘛而家係話出去怪都記唔到啦。所以記這個唔知，所以愛這個來個在哪？各條，基本上。一天子女一条该记生来是气，只要有点出来有点所以啊，一讲就是名气经管记些各类。那么咱这里完成名声出现来门口就是做底下这个记些各类，这个好。然后呢，福建也好，道家也好，都这方面地皮道家情况，甲福家做后壁来，才个跳出来讲。譬如道家听英文嘛，福家咱后尾英文嘛吼，咱即摆现在是儒家英文嘛吼，嘛都起来，所以咱看咱人啊，无心啊啥乱了，出，无注意方面，无注意乱了出，所以迄个所在这个方寸，好，而咱我做的两个西部条的、北部条的，你们给咱们看，现在这个方寸在这个锅太锅是这个，这锅它起来这汤就会烫心了，这样烫，别第二把这个叫无名道，来对动的无名道。
天地人啊，相会之考啊，天人相会之考，灵元滚动之力。所以要看做的人啊，一票就对了，一票就是讲，这个歌所在，这个歌所在票是一个什么？票对吧？票就是天人相会之相会所在，天人跟人来到，咱人个变相会的所在，灵元滚动力的，咱的灵元，咱的这个观念啊，这种观念啊，这种灵元啊，灵元啊，这个是灵的灵元，滚动力，这个是票，这个票。我们通过一条平台来到行为，好，所以。是无动态消费状态的所在，这个对方案，我们呐，我们在老地方所在地，因为这种观念是相对反映所以这里面发一条，这里面就是啥？无动态地区，那是好，要是咱天天啊，归根好点，归根不念，归根好点，那个好点，咱从今年晚上来看待这个是哪样这个出这个门号，这个出这个门号就是第一条我一般会跟协调跟哪个是工学家，是工学家，对吧？现在这个工家一般的这个工家对现在那年轻人是加这你看 PPT 写这里加完全不一样，要这个天平的基础。天上不晓得马来西亚这些年，当然关系上记住，对吧？
加就是性灵天天之处。全力起来，这性灵的天天，能对你还是一个人。性灵的性灵的性灵那边天天，你看你听得这些发生这些事情，你性灵的天天，然后才可以这样分享。各位对着相关一条的定义啊，这个定义啊，咱就咱就叫做定义啊，田就是咱的关系的田，这个田如果咱们这个田呢，这样抓的都是跟来的呀，田是有田的。田是一种有田是一种应用，应用治疗，有应用，田是有田的，虽然讲你田就是咱的性上天降临来啊，我们把咱这个其他这样来去完成，不然就是。这个关系呢，这个关联的出现很多，就出现很多。那么这个很高的个，你看，无变，无变，这个是无变。所以嘛，我到现在我用的来你看，对，这点来对。这个，你这样你都会看，就是言的，你都嘛都是言的，你这个规定是啥？就是言的。而且相关的，我嘛对相关的，个在对相关的，你前面我提出了啊，相关就是咱个老母同在的所在。为什么咱拿这些人来求上天之悲啊？会感应？为什么？因为咱是甲无同在所在。所以是咱有出叫完成主这个本性的形容，出去为这个哪呢？接下来当场工作状态，非常工作用这那是出叫那个色情的心，色情昨天的色情的心每两年老多牛做的啊，咱来干的你的完成也来讲，你的完成也来讲上天的那个，你这样子啊，你是用那个后天的意义设定没来对吧？你最哪用后天来设定没来对吧？多少多少，一种情不是技巧，而是境界，一种情拢是瞎想，到无限。老路上做比较多，我们说定定我这来去现在老多老做是我这点那个啥，一个事情的场景底下来，是不是啊？这个点我这边来安装，咱俩好听讲出价就高了，这个这很关键的多大？这个
另外一个是天人谈基础，第三条是神人谈基础，第四个是圣灵真人基础。你看下来，我们这台湾这个，台湾这个迄种天然出来，都是规范出来，对不对？并不是讲伊是安怎样规范，对啦，这全部规范出来，到出来的这个管理，而且这种管理项目是，这是啊，伊真正伊个天然是属于个设计出来。如果天然的管理，若是变性人出来，伊都行袂出来，到尾大家变成到尾大家变成安尼啊，第一步啊，原来你这个修迄三步修法，原来修第一步你就讲讲修炼修炼出来，然后来就把这个结果再说总结呢比较讲清楚一点这个还有很温馨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提供在天观呢。三四年好，就是三四年好来。当年我听话的是讲经常经常经常日本的经常，天那我呢，吹个招来，吹个招来，这吹个招来不得了，挺漂亮。这是一个要配然后再配，您健康事业来，你现在一般台湾是做经过关，那经过关超，你们出国现在都经过关超，唔係我是重要的，我是说重要的，这要的我们叫做方寸。补嘎再补嘎我们现在用中方寸，这个要给它叫方寸。而这个方寸呢，五节主要厉害了，五节主要厉害，主要厉害还是这个关系，组长，还这要给两个这个安装，组长还有两个这个所在在哪？在两边，重要吗？你看台湾呢，是爱比赛，不来台湾啊，反正是爱是比赛，这个高考中外面外口的在台湾的考试，一定爱比赛，选比赛，中比赛。实际上，有关的话，我来看小的啊，这是第一个。起码因为比赛还要很重要，这个要讲当下，对不对啊？还有一个日本更麻烦，最要不大，放那五百多，对不对？那会
买别干不了，我买这两腿，啊，这是啊，好，跟你讲，对，有些在台北这些。咱一切的心跟量、意跟两种。哦，意的量，跟心的量。当我现在有转达，就是有讲，开心的力量，意的话叫做随心，气量，气叫做随心，心的力量，咱这个力量也是法，那我刚来我就看到两样事，有力量无？有力量无？起码这个是哪里去啊？自然，自然有作用。教育会自然比教育啊，比这教育啊，真的，那当然一下科技了。那我本来是讲，就操快要操快，规律，不是，也是，能明白？规律，我听到，规律到，我更能明，为啥更理解明白？更理解明白。俺们是习惯，是习惯，起码不是我干的，不是我的干的，跟你来的呢，我干的。我干的，为谁而出？力量加心量，这个心态。啊，我干的这个有枪击杀人，我开关等的，你看看，那你无经过枪击杀，无经过开关等的，这叫做招数，对吧？是招数。招数。你讲，我干的这个，咱的心理啊，能招到上来，招数那些。这个所以，气流做气流嘛，钱就是咱的观念，好，关就是第二个出去，这个出去，你把个通上，说你的通上，你把这个通上，说你往上通上，你看八体的人观，这八体的啊。这个关八体给了，我现在是呢，这个骨头也给它放一把，你看这感觉这是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所以说理解这今年国家的这个平安，其实这骨头是哪里来的？这个。这天啊，来干你这个嘛，来干你嘛，那我干你嘛来这一个。
无聊，心思就出了。当时安怎，过去就才厉害啊！这个啥？原因啊，对来源在啥？在意识啊，甲心理啊，在这个会生出来。即嘛生出来，来生伊出来，生出来，出来，那就完了，一出去啊，无经过，无经过这关，无经过这关，马上就出去，对吧？即那天气讲心理，不办法出去应用在你的心甲心，出去，我啊，大家想想的嘛，那个人地生，雷生出来，人生出来，感悟咱的文差的。这个是的，怎么安在心里？开始安尼，那想的，家己也不是我看不起了，家己就那想的对了，想着为啥你出来的对了？安尼不经过天关看不了，才出来了。我经常出去门口人家，出来眼睛，出来的脸，一来眼睛的对头，就要出来眼睛。所以这边光，你这个生死门口来，咱即嘛讲来到这，咱即嘛过来看这个生甲死，心里拢用着，心里不管是一把出来好，一把好，心里啊一出一入，拢总经过天官的考验，安尼安怎？是不是先？出到这种都经过天官的考验，安尼是不是？心意啊，心意啊嘛，我发起来心念，心意甲心啊，意念甲心念，出甲入，外口入来，内生意出来，出甲入，拢总有经过自关联啊，关联加保护，确定的，这不管你哪生出哪生，是不是？出去往生啊，唔叫做出去门口，出去门口就係呢個出哪生入生，那經意念心甲意若無經過考過，這個會出哪入？是唔是？能走落死門，走落死門，這個是死我目前冇啥落去，但係死門聽起來，這個你講出，這個老外冇啥落去，老外嗰種，這個白頭啊，種白頭，這白頭啥落去，這教育種白頭，這啥落去你就在生死，所以生死出去門嘅，叫做出去門口，出去門口，因此呢，為了安尼呢，是中央來的啊，就把咱大家講呢，經過這個心態來考慮的，還有這個所以叫咧改善和調整和，改善和調整和，我現在這個現在啊，現在咱這個在社會這種啊，因為什麼會提升？因為提升啊。考試的中央來講，分數最重要，分數的是中對吧？那是中啊，中，是的無離開，出來要考數理啊，考數就是出到這，唔能叫離開的，是中，是的是家己。
但是唔是讲，唔是听讲人要提前，就是做到啊，做不了做钱，是你讲话当中，不管出来好就好，啊，当中爱，不管是你，拢无离开了，无离开，爱经过这坎啦，那不是可能通处理啊，你都不完全处理处理，啊，你今日你不完全处理吧？啊，卖完全，但係你積極，嗱積極呢種處，嗱積極呢種呢嘛，你睇邊條啦？積極呢種處理，這就是處理門口，把你請到嚟，所以啊，咱先做多，民主一點都地方都點呢個先對先一點呢個，所以呢個是啊，明德之間啊，大家見到大明德嗰啲設計就係咁，唔係幾點樣？出現啲都係點樣？之前嘅都係咁，我來到呢個當中啊，改變可以嗎？改變可以嗎？嗱，你睇下，你睇改變嘅，如果就呢啲嘢，你就呢啲，係咪？我認真我俾你參與。对吧？去看，我有那个比较才能说吧，天命这个有些天书有不明这个天命，所以你并不见得这种这个爱经过咱的天官天观念观，确认了是观念的这个地方。啊，这个观念呢，就是多影响，都状态咱这个体内的影响，伊就是不停之前的同存的跳，就是咱这个所以跳的其实是咱的观念本状所在，是天人啊，是天人上对吧？一定来。如果这个太清楚了，三高线的这个拢搞过来，三高线的这个搞过来，你说心都底啊，心它都底啊，是这样。咱去解书票，去解啥都是对的，那是对的。这万德之源，万德之源。这个是先天的门口那么在这个是呢，天官是呢是先天的门口，是灵性，所以是个灵性的出现的所在。是三界的关，是无的嘛？是三界的关，对呀，关就是关到小，对呀，关到心，关到心，心心关，心关，这个心的三界嘛，心关，这个无的嘛。咱祖先的这个部分目前的精力对了，天官呢是天是5年这个
天官是天乐，不地方。好，天官是这个的。兄弟天龙是这家说嘛，今年这个啊，要进到上面的天高的啊，上面那边个天高啊，不是的，到底我不是高啊，今年来讲，所以呢，你那个到底是做这样子的，那还快好点，那就很辛苦啊。天关系，天堂。这样的啥呢？咱三道错误，对着天官啊，真济迄个啥形容、形容啊，形容啊吼，形容，真济形容就对了。你形容这天官，形容这天官的重要，所以呢，这是讲啊，眼前出入的所在是三界一关的部分，三界、五界、太界、六界。情心经一段，这不正天官是天子应天重要技能，这是天子应天，这个是都对是天，上天降临，有微妙作用，这个天子应天，这是一切重要一切来源重要重要的要素。所有地标，我们这个玄妙，这个玄又妙妙是讲的是哪？咱性灵出去化用的，所以你在查看嘛，咱那个咱唔是
跟咱已经对着人过来，已经要五节五节来开了如何转解的？如何转解法？跟转解法来说。我去调，沿着线定了两点关门呢，关门出去门口嘛出去门口那个香味天地香味所在，最近关门最重要所在这个调，人家安尼做一个呢，调安尼做一个呢，原理，我们专业的，转一个法，所以这个原理就是理性。天在后来有这经历的理性，男性的劳动观念，不应无尽，这个男性相对劳动是观念。虽顺连既现天津天津分解。都叫很多连，就是当年关系，就是上天可能让人经历了这件事，所以这个天就是理性来说，咱呢上天的那是上帝啦，或者分裂，不应无尽，不应无尽是顺言既现的天经之
无色，无空，无色。无色，无息。我那种的，我那个应该多少人显明出来的，明白了那个明白。兄弟要说，直接都明过来了。这兄弟，俺都明白分明白这天津的问题，对吧？天明之性，那么兄弟分明说分明这里面，对不对啊？俺那个点呢，俺那个点呢，俺分明出来的对的，对的。在你比较这些，这那个理性的人这个理这个性因为这就是这天呐，天就是咱们方面的力量这个是这点叫做性，这个命这个天命这个天性这个叫苦所以本来能够把这上不别的天命之性，天不明无形之性，在不明那兄弟所分明这个灵呢，这个一些灵无色无性无名无相，无色也不空，这就是我们讲的色和空色不空，空理解对吧？无色也不空，也没有空也没有有了无声无照无声无息无形无相无相空，这是一道灵明性空，只有一道灵明的关系。这小的方面是无三性，没有生死，没有什么，没有形象。无性女，这是那个都用上高位来讲上那边无性无有体，对吧？无性没有，上天不是话就是家庭理性的家庭过得对不对？这么美妙，这么玄妙，这么好那讲的是哪？在易经里面易经里面在讲每个人的空中空理，见为一列来讲命在创物顺兵发动学的命在其中命在对空中空理见为一列，命在其中创物顺兵发动学的命在这个命地几这个东西都有我谁是来我讲，这把话呢？为什么还要生课？能出去关条出去不用钱，空气不用钱，还要生事，本来就在起所以这里呢，这种给个人一大。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地方，一个人体，这样的体态得以情况，这个呢，这个要经历。
这个我们来做这个的，空间来这个东西，这个环境来空间。好，这个安静嘛，能不能？真对的。这根本上没变，心。这个就这个我还挺理解这个东西。虽然有些人讲我这马来中国这边对有些来讲，真的是我看中医的个，这里个中医的个，在国内国内的天气，我也比较在，在金星啊，那么这个呢，这个中间呢。在儒家呢，在儒家边上，记住要讲为了健康性，不是说太健康性的健康性，进入和谐，进入和谐，那你好。良生的什么？北欧这一点明白？这是北欧这一点。好，这个北欧这一点，这北欧这一点明白？南欧这一点。虽然我跟北欧这一点不一样，就不一样，企业人良生的，哪个良？他不让良，良生的，明白？这良生，明白这个？这个是人所谓的权利、理性。权利是这个是上帝打破的观点，不允不允许是人际性权利的关系。这是一个专业的，传统好在解决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什么？关系。现在这个小比赛，你考虑机会不是完全就是这个比赛，满年比赛的地方，那我就是把这些样来写下来嘛。虽然还我是呢，来获得新爱这个比个心，所以在中国呢，比爱嘛。新的，就是一定够大力啊，出去搞爱情，过这心，出去搞爱情。
一执着，精一之中，伊要成啊，要精啊，要精髓啊，要精粹啊，是未成啊。心嘛要正，然后一心不离去是未正。哦，这个来讲呢，关于讲真在，真在的，是真在。啊，你看咱这真在，开始咧教育嘛，是不是？重要是哪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关条呢是我性领域人生，关这个关条就是啥？我是领悟人生中其中，这个是你在咱人生中的中，这中就是关条。人生中的中的，这个关条。为道心体验之事光，为道心体验之事光，咱对着人生完成所诶这个道心体验的事光，第二关条，第二关条，那对。是文化的咱的是把这个文化这个看法，这更好的对德对全面这个人的认出来，对他学习，所有的心反应用来学习，所以关条是真在是咱的定是理在人心中的调，是吧？这工作其中工作其中，这为做心体验的习惯还是不对啊。那是按这个文化，按这个文化，所以道门讲了方寸定方寸定可能讲了相应性，方寸定相应性。咱特别呢，如果讲五年三条，要会讲哪？时间，无比好，有心好，无比好，基本上是有心好，讲了到经营好，讲无比好，肯定好，公正同理。
业观啊，然后有谁啊？有行政啊。新这个我先叫照有两单，田的先叫照两单，啊，这还要我这个还没有，那没关，现在哪个姓？现在这个也现在都丢，哪呀？那个咱们那个，咱们那新的这个旅行的，这单这哎呦。这当然了，这咱们就骗了300块啊！这姐，如果像有人今年的9点上那个，这个2个人，还没跟我的新人跟，对，好，这种经济呢，咱所讲的既然都是这个人啊，像原领这个资金。所以这句话叫做经常性的宗教的生活，所以这个，那么既然咱们跟这个中学对吧？本身来讲啊，是这个呢，这个主张，这主张是用咱顺延分析，既然民国是宗教跟分析，我上面讲分析，而且。是温馨的，这个观念温馨的出发，从那个经历，还温馨的，如果这个讲到在你们这边说的这个温馨，你们这个温馨的，东西过来，是希望天当年的其他人管，我们顺延天津来温馨，纯然自在，这天津本在跟本界。温馨是不影响，温馨是同性无感不是污蔑的。第四个是力量和信仰，这第三个，来看三样的。咱这温馨啊，无影响要有信心的，这个很难做到。然后我们更经典温馨，经典温馨是无影响，如这个。第四个是心理啊，心理的这个，我们这个来课，把这个很大的一点，那经过了之后，我看我感觉本来是这个经过咱的晚年啊，晚年咱看的时候，这个我听说这个经过咱那个第十大变成，看看这个，看到那些，这是一个，这个。虽然呢，我们这现在也是一个，关键是不能讲，不讲到辛苦的，因为原来的这本身是咱天波人的原来的也无影响，也无那个推崇所以如何的东西，应该全国相同。这样的风景更高了，现在是新年，这个风景我现在路上在这个第二呢，风景是风在，
3